末世来临，天灾骤降，先是极热，再是极寒，紧接着地震、大雾、永夜、酸雨。而我高启强也是在上一世中死于酸雨，而现在身为富一代的自己，重生在末世3个月前，这一世自己一定要活得神采奕奕，用这3个月把自己近20亿的资产全部变成物资。说罢，我就来到超市，米面粮油买，鸡鸭鱼肉买，生活用品买，发电设备买，汽油燃料买，求生用品买，医疗物资买，别人囤枪我囤粮，我是末世高启强，这一采购就花了我1个月。回到公寓，我是浑身疲惫，立马躺下刷着论坛，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了天气不正常。这天气是越来越不正常了，今天一大早的气温就已经升到40度了。天气预警说，白天最高温度高达45度。单是热也就算了，你们难道没有发现，最近全国上下都在报道高温，已经1个多月没下雨了吗？我听老一辈的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大家最好还是多囤一些物资，有备无患。杞人忧天，酷热而已，年年都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记得上一世的时候，气温几个月后就会达到50度，所有人的作息都变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接下来几天，救护车的声音就没停过，病人全部是因为高温而中暑，而我也是淡定的开着空调，吃着冰棍，看着《孙子兵法》，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往后的日子是更加艰难。现在自己已经花了18亿，而随着自己重生的随身空间也填满了9%。说到这个随身空间，还是上一世自己认识的一个叫刘协的外星人送给自己的，不清楚这辈子会不会再遇见他。其余大部分钱都被我换成了金条，放在随身空间。目前身上就留下了几百万的现金，必须在他们没有变成废纸前，全部换成物资。接下来几天，我白天睡觉，晚上就出门去囤物资，发现现在囤物资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商品也是飞速的涨价。论坛上的末世言论越来越多，很多论坛晒物资的人都被人打劫了。这些人还是少看了《孙子兵法》，不清楚做人做事都要低调，钱财不外露的道理吗？距离末世还有1个月的时候，大部分地区开始限电，空调失去作用，很多人只能被迫生活在40多度的高温中，而我则是吃着西瓜，吹着空调，看着《孙子兵法》。如此的高温，自己购买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每天生产的电量都用不完，而网络上却因为停电加高温已经炸开了锅。依照《孙子兵法》说，此时应当保持沉默不语，自己能力有限，帮不了别人，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好好活下去。夜晚刚出门囤物资，我就见俩大妈在抱怨，我有内部消息，一会儿回去赶紧把家里能接水的东西全都接上水，明天就开始限时供水了，可要提前把水存够，不然这么热的天，要是没水可怎么活呀？谁说不是呢？我家小孙子恨不得一天到晚泡在水里，要是没水可不成。先是限时供电，这现在又限时供水，这日子怎么越活越回去了？我听我儿子说，网上有不少人都在说末世要来了。什么末世不末世的，我可不懂。不过多存点吃的喝的总没错。囤完物资回到家后，立马就收到了限时供水的通知，吓得我赶紧去洗了个凉水澡。虽然自己不缺水，但是别人缺水。孙子兵法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也就现在还可以光明正大使用水，到了后面人们的水资源越来越少，连喝水都成问题的时候，到时候冲一下马桶，楼下的人就能听到动静，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前世缺水之后，很多人都不在家里上厕所了，干脆找个隐蔽的角落解决。也有一些人没有公德心，随地就能大小便，晚上出行光线本就不好，前世一不小心踩到一个老八汉堡的经历，我现在实在不愿意回想，看看论坛的老哥是怎么应对的吧。本集视频到此结束，喜欢就点个赞吧，后面会持续更新。上集说到，我在末世求生3年后死于酸雨，然后重生回到了末世来临3个月前，花2个月时间，20亿元囤粮囤物资。现在有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目前距离末世还有1个月，已经开始限水，用马桶上厕所会浪费很多水，而且一旦被人听到排水声，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是立马拿出手机寻找解决方法，果然论坛上网友的力量是无限的。一个利用猫砂解决厕所问题的方案，我觉得可行，便立马来到了猫砂生产工厂，直接对接他们领导，采购了厂里全部的成品猫砂。看着仓库一箱箱的猫砂，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而此时论坛却炸开了锅，到底是谁把本市猫砂都买光了？求求你做个人吧！早知道楼主我就不分享猫砂方案了，搞得我自己都没囤到猫砂。楼主，我严重怀疑就是你囤的，然后低买高卖是吧？大家一起抵制楼主。冤枉啊！到底是哪个狗贼囤的？大家不要再私信骂我了。所以说末世之下还是要低调。孙子兵法说，事以密成，予以谢拜。像我这样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到了晚上，我又出门进行采购，这次主要是采购各种武器，毕竟囤粮不囤枪。我是邻居的粮仓，但因为现在还是末世前，囤枪还是非常不现实的。先搞点冷兵器吧。一个貌美女子的摊位引起了我注意，这么好的匕首，你都拿出来卖吗？你要买吗？多少钱？5万1把。5万？5万还贵吗？那3万你看怎么样？妹纸的价格让我震惊，虽然我不是很懂价格，但是这样的匕首至少也是50万起步，才3万不是仙人跳就是销毁赃物。我立马离开。孙子兵法说，无利不起早，有利盼鸡鸣。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是吧？又没有卖出去，我真的好饿呀！这些在宇宙第一王朝大汉王朝的高端宝贝，怎么就没人瞧得上呢？谁能想到自己一个大汉王朝的公主，穿越时空的时候，莫名其妙掉进了这个即将末日的世界？眼下秩序还存，法律还在，我就是空有一身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啊！刘协爸爸刘曼，好想你啊！你还没有发现我掉队了吗？我要饿死了都！自己再便宜点，去问问那帅哥吧，说不定他就买了。刚刚那个女人还真奇怪，明明末世还没彻底爆发，怎么会明晃晃的卖开刃的武器？难道摆摊是假？其实是在打听我们小区的情况吗？毕竟自己住的也是富人小区，希望不要出什么大乱子。帅哥，你真的不要吗？你跟踪我？我没有跟踪你，我就想问问你，再便宜点你买吗？我对匕首不感兴趣，就此别过吧。等等，你别走啊，我肚子很饿，你有吃的吗？我又渴又饿，就要坚持不住了。这女的看起来唇色有些苍白干裂，的确是缺水的表现。这个戒指给你，求求你给点吃的喝的给我吧。该不会是跟踪器吧？自己和她才见了2面而已。他怎么在发呆？该不会以为这是自己给的定情信物吧？自己可不是在求婚啊！你不要多想，这就是一件武器，戴上就像这样，可以使用收缩自如的袖剑。求求你收下吧，像你这样人高马大的帅哥，也不愿意看到我这样人美心善的小仙女饿死吧。这个小玩意确实比匕首更让自己心动，自己还是直接给他钱，赶紧离开吧，免得夜长梦多。这卡里是50万，够你囤些物资了，我们就此别过。不是吧，自己这模样，在这些外星人看来，难道很丑吗？用得着这么避之不及的吗？回到家后，我也是开始进行力量训练，想要在末世更好的活下去，必须要有足够的武力。孙子兵法说，安不忘危，常备不懈。入睡前的一条帖子让我一惊。天气太热了，我就一天没去倒垃圾，就滋生了一堆绿色大苍蝇，飞得满屋都是。这什么苍蝇啊？我从来没见过。楼主，你这是假的吧？我是研究昆虫的，这种苍蝇现实根本没有。对啊，现在气温35度以上了，苍蝇应该停止活跃了，怎么可能像土里那么飞，还那么大？网上其他人不清楚，但经历了上一世的我知道，绿苍蝇的全面出现意味着末世开启之后，蚊子、老鼠、蟑螂都会成灾。第2集到此结束，喜欢的小伙伴求您点个赞，之后会持续更新。假如你重生末世3个月前拥有20亿元，你会怎么做？现在距离末世还有1个星期，我再次来到超市进行囤货，远远的就看到了排成长龙的队伍。最近物资限购越来越严格了，每次进去的人数也要控制，人多而木杂，自己还是先回去吧。大哥，刚刚我在超市门口看到一人特别奇怪，你说来听听。那人看到超市门口排满了人，居然就走了。这放在以前正常，但现在物资短缺，食不饱腹，能这么从容淡定，恐怕是有不少囤货。妈了个巴子，饿几天了，赶紧跟上去。就在我准备开车返航的时候，从车的后视镜上发现身后有一群人正在鬼鬼祟祟的跟着自己，都别偷偷摸摸了，赶紧出来吧。小杂毛居然被你发现了，你小子胆子很大吗？一个人也敢出来采购物资？给你个机会带我们去你家，把你的钱吃的喝的还有汽油都交出来，当然还有你这辆车，识相点，我们还能放你一条生路。狼哥看他样子就是个有钱人啊，有钱人生活没有保镖多危险啊，不如以后跟着咱们一起，咱们这些大老爷们儿也能好好保护他。对啊，咱们不仅能保护他，还能帮他消耗物资，避免食物过期啊。小靓仔，你接不接受我们善良的帮助啊？别废话了，你们一起上吧。哈哈哈哈，你该不会是电视剧看多了，拿把破刀就把自己当大侠了吧？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大哥几个今天就让你明白，不是拿一把破刀就能成英雄的，哥几个给我上。我本就练武多年，有底子在，再加上前世一个人在末世挣扎求生3年，历经无数次生死，在出手时招招狠厉，直击要害，一招一式都不多余，更不花哨。我们错了，你放了我们吧，我们肯定滚得远远的，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你竟然敢杀人，你个杀人犯！你话太多，该上路了。你不能杀我，我打劫了10多个女生，把她们关到了只有我知道的地方，你杀了我，她们就会被活活饿死。你也不想无辜的人生死吧？你只要放了我，我告诉你地方，你把她们救出来就是大英雄，就能圆你大侠梦，怎么样？处理完现场后，我便回到了小区。你去买物资了吗？能不能给我点，我给你钱。不能，眼前这个女人，上辈子末世的时候，先是蹭吃蹭喝，后来眼馋自己的物资，还联合她老公想杀了自己，最后被自己反杀。为什么不能？那你下次去的时候，能不能带着我一起？我知道你车里有油，一来一回路费400。为什么要路费？你自己开着车去不也要用油吗？顺便带着我怎么了？咱们好歹做了1年多的邻居，你竟然连这点小忙都不帮，怎么这么冷血啊？怎么？我是你爸呀，还要免费开车带你去超市？你怎么说话的？给你面子是征询你意见，不给你面子，我老公直接让你入土。你一个人狂什么狂？老公有人欺负我，你快来给我做主啊！谁敢欺负我老婆，我宰了他！就是你小子是吧？你现在给我老婆磕3个头，再把你那车给我，
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不然你今天就准备断2条腿吧。我本来这一世是想放这2人一马的，但看来他们不是很珍惜这个机会啊。你快把刀收起来，不然我要报警了。那你快点报，全市停电，你看看你手机还有没有信号？我们错了，对不起，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你真的知道错了？那他呢？他也知道了，我们以后肯定不敢了。既然你们诚心认错，那我就给你们个机会，你们可要好好珍惜。我知道，不管此时2人认错态度有多好，事后一定会想办法找自己报仇。但现在小区里人多眼杂，自己不好动手。等他们下次再来报复自己的时候，那他们的死期就到了。本集视频到此结束，祝各位财源滚滚，心想事成，请给小金盛点个赞吧。末世来临前3天，因为持续的高温，供水厂设备烧毁。就现在这个温度，要是不喝水，别说3天，估计1天都撑不了。当然，家家户户肯定有存水，但存下的水的数量有限，又能够他们撑多久？小区群里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全都是在商量着买水的事情。最终他们一致决定，等到天黑之后就一起出去买水。最近世道不太平，之前有人出去采购的时候就被抢了，从那之后，人们在出去采购物资的时候就会结伴出行。夜晚刚出门就看见一堆人集合在一起，来到停车场倒是一个人没看见，毕竟这个时候还舍得开车的人着实不多。汽油不仅价格贵，也不好买了。臭小子，终于等到你了！上次居然敢打我，今天我就要你好看！怎么上次还没被打够？上次我是没有防备，你才能得逞。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要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失败你妈！你不要过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都是他要来报复你的，我是被迫的，他已经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孙子兵法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死人才是最让人放心的。处理完2人后，我也是提着一个空水箱，在小区转了一圈，便回到家中。我这样就是做样子演戏，避免别人发现我与众不同。上一世水厂设备损坏后，小区里面就再也没有恢复供水。虽然自己囤了20亿物资，根本不缺水，但现在家家户户都缺水，连煮饭的水都没有。自己从今天开始就不用马桶了，开始用猫砂吧，不然被人发现自己有水就麻烦了。之后末世彻底来临，抢劫开始日益增多，人人都不想被抢。有些人决定抱团取暖，奋力反抗；有些人觉得反抗不了，干脆加入他们，也成了掠夺者。原本仅存的秩序被这么一闹，顷刻间分崩离析。前世的自己不想做掠夺者，也不想被别人掠夺，只能奋起反抗，保护自己。有人看我身手厉害，就过来找我组队，寻求我的帮助，得到我的庇护，却又什么都不愿意付出。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弃我而逃却。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不再管别人的闲事，别人的死活与我何干。这些天，我每天关着门过自己的日子，心情好了就吃小龙虾和烧烤，心情不好了就来碗螺蛳粉，再加2个虎皮凤爪，吃完泡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吹着空调看个电影，小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日子一晃就进入了11月，往年北方的11月已经冷了下来，人们都要穿大衣了。可是现在白天的温度依旧保持在5、60度，晚上太阳下山了，气温也仍旧保持在30、40度。几个月下来，人们从最初的焦躁逐渐崩溃，再到现逐渐麻木。10天之前已经彻底断电了，接连的高温引发了太多次的失火，电路被烧毁修都没法修。停电之后，住在高层的人日子就更艰难了，有不少人拿了物资和低层的人商量，搬到了低层去住。我所在的这一层就只剩下了我自己，其他人都已经搬到低层去了。住在高层虽然麻烦，但是我并不想住进别人家里，更不想住到人堆里去。好歹我一个人住在高层还算清静，除了每天都要下楼一趟演戏之外，我觉得独居的生活过着也十分不错。时间进入11月之后，超市就被官方军接管了。原本总要在超市闹事的人，这下也没了那个胆量，只能把主意打到其他买物资的人身上。这段时间以来，我晚上出去的时候也曾被人盯上过，毕竟我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任谁看起来都很好欺负。但当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些想抢我的人手筋脚筋都挑断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找我的麻烦了。每到漆黑的深夜，总会有人被迫死去，上面也派人巡逻镇压管理，但是效果并不大，活下去都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了，谁还会听从管教？本集到此结束，我们下集见。末世来临第3个月，极度的酷热让食物腐败的速度加快，就算是没有做熟的米面里也有生虫。很多人看到里面黑压压的全是爬动的虫子，整个人都不好了，不是被吓的，而是粮食没了的绝望。之前我晚上出去的时候，还能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去买物资，可现在他们彼此之间都留着距离，显然产生了矛盾。本来就是临时生活在一起的人，在有利益冲突之后分开，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除夕这天晚上，我从空间里拿了一道美味佳肴，一个人独自庆祝了新年。这是进入末世后的第1个新年。前世过年的时候，我和公寓楼里的人吃的还是水煮白菜，还因为分配不均差点打了起来。现在我身边没有别人，但我却觉得自己过了一个幸福的年，以后年年都能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年后气温再次上升，白天达到了58度，市区里的小河小湖早就已经被晒到干涸，这样的生活让人看不到希望。
绝望逐渐蔓延。有亲朋好友在农村的人决定去往农村，可没有汽油，没有办法开车，怎么去也是个问题。而我在等官方避难所的消息。前世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和公寓里的人一起去了乡下，但乡下的生活并不比城里好多少。我们一行人挖草根吃树皮，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因为乡下偏僻，最后才知道有官方避难所，最后死了都没去成。这一世自己不想再走弯路，打算直接去官方避难所。而我也开着一堆不同型号的收音机，官方避难所的消息我必须第一时间知道。7个月后，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官方避难所已对外开放。第一避难所地址金盛动画城，第二避难所。听到避难所信息，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其中第一避难所金盛动画城距离我所在的城市只有200公里，200公里不算远。若是正常情况下，到地方最多不超过3个小时。就算现在情况不正常，我觉得5个小时之内也能到。现在才下午5点，距离太阳落山还有好几个小时。趁着这个时间，刚好可以把东西收拾一下，家具家电我全都收进了随身空间。太阳能蓄电板和遮阳布，在天黑之后，我也全都拆了下来，收进了空间里。来到停车场后，我立马发动汽车，扬长而去。汽车的轰鸣声引起了小区里剩余幸存者的注意。我靠，那小子有汽油！妈的，上次找他借油，他居然说没有。他这是要去哪？下次别让我见到他，见一次我打一次。还想打我？要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毁灭了，所有人都死了。前世自己就是太圣母才被害死，这一世的我不是圣母，当然不可能告诉这些人基地的消息，更不可能带他们离开。末世之下，各凭本事。站住，我们拦阻他！想用人墙拦住自己，简直搞笑。我将油门踩到底，在还有几米的距离时，挡在前头的人迅速闪到了路边。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质。3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金盛动画城。一进入这座城市，夜晚整体温度都变成了27度，想必这就是金盛动画城为什么是官方避难所的原因吧。看来知道基地消息的人不少，前面排满了人。1个小时之后，您好，请出示你的证件。您的证件没有问题，进入基地每个人要缴纳10斤粮食。拿去正好10斤。好的，继续往里开，左拐就是停车场。刚停好车，就传来一小女孩的声音：哥哥要不要向导？是一个15、16岁的女孩。怎么收费？1包饼干或者1袋方便面，什么吃的都行。怎么不要水？基地里不缺水。你对基地熟吗？熟，基地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听说这金盛动画城之所以是第一避难所，就是因为这是外星科技。1000年前外星人放弃这座城，全部都消失了。据考古专家说，以前在这统治的是大汉王朝，但城市的温控等各种设备还在自行运转，才成了第一避难所。进来还要给粮食呢，其他避难所都是免费的。续接上集，末日爆发10个月后，我终于来到了官方避难所。刚停好车，便遇见一个想要给我当导游的小女孩。既然你对避难所这么熟悉，那你跟我说说，避难所里怎么租房子？基地里有房屋租赁中心，那边什么样的房子都有。房屋租赁中心在什么地方？可以开车过去吗？可以的，我可以给哥哥带路。好，我雇佣你了，上车吧。谢谢哥哥。10几分钟后，我们便来到了房屋租赁中心。这上面红色的都是住了人的，绿色的都是没住人的，你想住哪儿自己挑。看来这工作人员不是很情愿啊。末世之下，没什么是物资不能解决的。美女，我刚来，对基地不了解，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一盒巧克力是酬劳。好，帅哥，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跟我说说，我亲自带你去看看。我想住个高一些的，最好是个小套间，周围环境好一点。这简单，这边你看怎么样？这里原本是宫殿区，现在已经改成了住宅了。宫殿你肯定是住不上了，但是围绕宫殿附近盖了不少的小楼，最高也就6层，里面都是一个个的小套间。你想住几层？6层吧。好，那我这就去给你安排。这一袋方便面是你的酬劳，你回去吧。哥哥，谢谢你。来到新家之后，果然很空旷，家具家电那是统统没有。看着这房子，我才真正的明白了什么叫做家徒四壁。这房子租金多少？基地的通用货币是贡献点，这房子1个月是100贡献点，当然用粮食我们可以给您优惠，1斤大米1个月。这是2斤，我先租2个月。女人走后，我也是将随身空间的家具拿了出来，简单的装饰了一下房屋。既然住所都布置好了，是时候去周围逛一逛了。周围大致的环境自己必须了解清楚。和基地的其他人聊过后，我知道了贡献点要到服务大厅去兑换，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或者是方便食品，只要和衣食住行有关，都可以用来兑换贡献点。除此之外，避难所还招工，给的工钱也是贡献点，相当于末世下的金币。老哥，你是住的那号宿舍？我没住宿舍，自己在外租房子。老哥，那你真厉害。我们这种没物资没有本事的，只能去基地集体宿舍去住，但是住到那边就要听基地的安排，每天都要干活。虽然干活包吃包住，但是饭菜质量也就是末日前猪食级别。不说了，老哥，我要去打工了。末世之下，人心不古，还是要减少物资交易，使用贡献点，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有大量物资。了解完基地内周边环境后，我继续开着车出了基地。外围的环境自己也需要了解清楚。刚开出来没多久，就见前面的路上摆着密密麻麻的铁钉，我赶忙踩下了刹车，而后面路口立即开出一辆面包车，将路口挡得严严实实。看来自己这是遇到拦路抢劫的了。既然不让我走，那我就陪你们玩玩好了。运气不错，竟然是个落单的。看他的车，我就觉得他物资不少。小子，你手里拿的是啥？我劝你识相点，别反抗，不然别怪我白刀子进黄刀子出，我扎你10包。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放我走，
道会是你们最正确的选择。爷爷，拿把剑以为自己是武林盟主呢，我真的好怕，你们怕不怕？大哥，我害怕的都笑了，哈哈哈哈！机会我已经给了，是你们自己不珍惜。大哥、大爷、爸爸，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一条狗命吧。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6岁儿子，求求您放过我吧。可恶，居然遇到了个狠茬，看待会自己来个偷袭干飞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我给过你们机会，你们自己不珍惜罢了。打理战场后，我发现他们车上的物资倒是不少，东西不少，但也不算多。这些应该是他们带在车上，用来在外消耗的。他们的住处肯定还有更多的物资，只是现在人都死了，我要怎么才能找到这些人的住处？末世已全面爆发，刚出避难所的我就被人打劫，我也是奋力反抗，将他们反嘎，并缴获了一堆物资，连车上都有这么多物资，他们的据点肯定有更多物资，只问题是现在人都嘎了，自己也找不到他们据点了。虽然有些可惜那些没能拿到手的物资，但我并不后悔嘎了那些人。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和隐患相比，物资根本算不上什么。我可是一个有着几十亿物资的靓仔。回到避难所基地后，我直接来到了服务大厅，打算把刚刚缴获但不需要的物资换成贡献点。我的天啊，你居然有这么多物资，还都是烟和酒，这可是末世紧俏货啊！你好，我们已经清点完毕了，一共是3600贡献点，都发放到你的账户了。刚回到家门口，一道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又见面了。我下意识的后退一步，这女人能来第一基地，我并不奇怪。可是第一基地这么大，怎么还在自己家门口遇见了？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一些？可若是说这女人跟踪我，这些天自己怎么一点都没察觉？你怎么会在这？我住这儿啊，就住在6楼。一次两次是巧合，巧到这种程度，就是有预谋的了吧？你跟踪我？没有，你误会了。我是今天晚上刚到基地，房屋中心的人领着我看房子，我刚好看到你从楼上下来，知道你对门没人住，就住了下来。你为什么要住在我对门？就是觉得之前见过，和熟人做邻居应该还不错。熟人嘛，这才是第3次见面而已，这就能算得上是熟人了。当初真的谢谢你给我的50万，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物资了，你要是有需要，可以来我家随便挑。我爸说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口气可真不小啊！这还是当初那个摸着肚子可怜巴巴的说自己要饿死了的女人吗？我们是不是还没自我介绍？我叫刘曼，靓仔你怎么称呼？高启强。那我叫你强哥可以吗？你随意。强哥，你搬来多久了？对基地里熟吗？我想在基地里转转，你能带我去吗？我家里煤气没关，我先回去了。强哥，等等我呀！强哥，我想请你吃饭。今天太累，我想早点休息。那明天可以吗？你通常下午几点起来？我7、8点去喊你过来吃饭可以吗？求求你了，你之前帮了我大忙，要是不请你吃饭，会良心不安的。那你到时候喊我吧。好嘞，谢谢强哥。回到家后，我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希望吃完这顿饭就不要再纠缠自己了，毕竟末日之下，人心不古。第2天，强哥，我饭已经做好了。好，我马上来。第一次请人吃饭，有准备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不要介意。不介意。我卖给基地一些武器，基地给了我不少贡献点，这房子也落户在了我名下，冰箱还有小龙虾，是我昨天要的，基地刚刚就给我送来了。什么？自己刚刚缴获的物资，也就才赚到了3年的房租。刘曼卖给基地一些武器，就直接得到了一套房子，还有额外贡献点。所以卖给基地的到底是什么武器？应该不是当初他摆出来的那些刀剑之类的冷兵器，是好东西没错，但绝对不值这个价。其实我不是武器商人，也不是这个星球的人，只是因为一些意外，不小心来到了这里。基地很好奇我们那边的科技武器，原本还想请我去帮他们搞科研，不过我拒绝了，我自由惯了，不喜欢受拘束。基地那边也退了一步，只说需要的时候请我过去帮忙，报酬另算，这还是挺划算的，我就同意了。外星人？这个世界难道真的存在外星人吗？你需要武器吗？现在不是不太平吗？需要的话我这里有很多。什么武器？基地都花大价钱买的，肯定是好东西吧？先吃饭吧，再不吃饭都凉了，吃完再给你看。吃过饭后，刘曼拿出一把充满着科幻色彩的手枪递给我。这是一把空气手枪，只要有空气的地方就可以无限的发射子弹，你要不要试试？前世自己虽然在末世活了3年，但是一直都是挣扎求生，像是普通手枪都没接触过，更别说这种外星武器，就连见都没有见过。末世来临，假如你重生获得20亿，你会怎么办？续接上集。吃完饭后，刘曼拿出了一支空气手枪给我。这把枪只要有空气就可以无限弹药，你要试试吗？像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闻言，我深吸一口气，接过手枪，手指扣动扳机，身前的可乐罐被炸得4分5裂，而且子弹出去的后坐力完全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刘曼，这个你打算怎么卖？你需要的话我就送给你了。不必，我不喜欢占人便宜，自己可不想欠别人人情。你要是有黄金，就给我10斤黄金，要是没有的话，我有。回到家后，我从随身空间掏出了10斤黄金，拿袋子包好后，便回到了刘曼家。都在里面了，
正好10斤。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刘曼不跟我客气，我当然求之不得。我们本就不熟，更要算清楚才行。昨天我说想去基地里转转，晚一点你有时间吗？看着刘曼期待的眼神，再看看手上的武器，我最终还是答应了。有时间，那12点之后我来找你，那个时候应该会凉快一些。好，回到家后，我不免又叹了口气。原本想着吃了这顿饭，两个人之间就互不相欠了，可谁能想到自己会从刘曼那买了武器呢？总不能刚做完交易就翻脸不认人吧？更何况还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12点后，我们两个刚出门。你们两个就是楼上新搬来的吗？以前是哪的人？现在在基地里做什么工作？听到老太太这查户口般的询问，我心中不喜。你有事吗？没事就不能问问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尊老爱幼。可恶，自己最烦的就是这种特别爱八卦的老太太，明明不熟，却非要问东问西，偏偏也不能因为她多问了几句就把她怎么样。大妈，你是干啥的？咱们基地里面还有居委会不成？还要查清楚住在这的人来历、姓名和工作的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没有，我不是，我这不是关心你们多问一句吗？你们这些小年轻就是想太多，不让问就算了。咱们走吧。强哥遇到这样的人，你就不能不说话，你要比他还能说，问的问题比他还多，他回答不上来自己就走了。刘曼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但自己并不打算按照刘曼说的那样做。之后我便带着刘曼在周围逛了逛，很快1下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你还想去哪转？也没什么好转的，我们这就回去吧。好，之后3个月我便一直宅在家中，不是看看孙子兵法，就是看看电影电视剧，和刘曼也并没有再进行联系。没想到今天刚一出门，又遇见了刘曼。你要出门吗？出去办点事。告诉你一件事，天气很快就要变冷，你最好囤一些过冬的东西，极寒马上就要来了。这消息哪来的？你知道的，我在帮基地做事，所以消息方面还是挺灵通的。既然要降温，那这消息公布出去了吗？还没有，不过我觉得也快了。等消息公布出去了，过冬的东西肯定都会涨价。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一会儿会开着买一些的。那就好，我就先回去了，回见。回见。想想前世的时间，确实极寒，马上就要来了。看来是时候去再囤些物资了。来到超市门口后，此时已经人满为患。喂，到我后面去！知道我是谁吗？你还敢站在这？你是聋了吗？没听见我说话是吧？你还敢瞪着老子？你再看我把你眼睛废了！凭你这句话，你这双眼睛我就帮你嘎了。你敢嘎我眼睛，我要嘎了你！看来你这嘴也挺脏的，你这舌头柱里面怕是很不舒服，我帮你请出来吧。你这魔鬼，我大哥不过是说了你2句，又不痛不痒的，你就把人搞成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有没有人管啊？基地这么大，就没有人为我们普通人做主吗？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于队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你把事情说清楚。你看我大哥，他不仅被人弄瞎眼睛，还被嘎了舌头，这可是在于队长您的地盘上，有人敢做这样的事，这不挑衅您的威严吗？末世来临，假如你重生获得20亿，你会怎么办？续接上集，我嘎了一个小混混的眼睛和舌头之后，避难所的巡逻队也立马赶了过来。于队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你把事情说清楚。你看我大哥，他不仅被人弄瞎眼睛，还被嘎了舌头，这可是在于队长您的地盘上，有人敢做这样的事，这不挑衅您的威严吗？是谁做的？就是他，于队长就是这个小瘪三，仗着自己有几分本事，就敢出手伤人，不是个好东西，您可一定不能饶了他。人是你伤的，是。为什么下这么重的手？重吗？我觉得我留了他一条狗命，已经十分宽容大度了。哈哈哈哈！这哪里是留了一条命，只不过让他多受一些折磨而已。这伤就算是在以前医疗条件充足的情况下，也要落个残疾，更不要说现在末世，根本不可能获得有效治疗。过不了几天，此人就会伤口感染，受尽折磨而死。此子心狠手辣，身手不凡。若是能够入队，自己执行基地任务，也能事半功倍。身手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卧槽，什么情况？于队长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入队呢？他可是重伤了我大哥啊！你真当我是刚过来，什么都不知道吗？这事的起因，我在远处看得一清二楚。你们2个恃强凌弱，避难所谁不知道？这次算是给你们长个记性，赶紧带你大哥去医疗吧，说不定还能挂上号。不好意思，我并不想加入。可惜了，虽然想加入治安队的人不少，但像这样身手利落、做事果决干脆的人却并不多。你现在不想加入没关系，等你想加入了尽管来找我，我们福利待遇还是很好的。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叫贪吃鱼。我知道了。刚购买完物资，回到家门口便遇见了刘曼。你这车顶都是什么东西啊？这也大得太夸张了吧？你不是说要降温了吗？我弄了2个炉子和一些炭回来。是一些还是一些？一些。对了，你准备炉子了吗？没有，我只准备了一些御寒的衣物。我有2个，可以分你1个，咱们一起把东西搬上去吧。这么多的东西，希望不要太重啊。对了，我那里还有别的武器，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挑一个。不得不说，这刘曼是真的很上道，虽然人话痨了一些，有时候也自来熟了一些，但距离感和分寸感却掌握得很好，一点也不会让人讨厌，是个不错的邻居。搬完东西后，看你要多少？我不要，我回头找基地里买。好的。这是一件轻薄御寒的科技衣服，你需要吗？或者还是换一个武器呢？自己现在已经有了武器，反倒是这衣服简直是雪中送炭。我要。
这个我很喜欢，谢谢你。你喜欢就行，那我先回去了。好，我送你。送走刘曼后，我立马换上了科技衣服。这衣服质感摸起来非常的奇怪新颖，明明这么薄，却非常的暖和，真是神奇。几天后，我刚出门又见到了那大妈。刘曼，你这都买的啥呀？咋会是基地的人帮你送啊？没想到这大妈竟然连刘曼的名字都知道。你对面那个女生怎么基本不出门？她一天到晚在家干啥？我看你昨天和她搬了不少东西，都是吃的吗？她一个年轻小姑娘，从哪儿弄来的那么多吃的？大妈，有些事不要乱打听，而且听说最近要降温了，你有这时间打探这些，不如去存点过冬的东西。有什么好存的？这该死的鬼天气，马上就要把人热死了。要是真的能降温就好了，最好降个50-60度，那才好。当初搬来的时候，家里的东西我都带上了，冬装够穿。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要不了多久，末世会满足你的，不仅能降个50-60度，到时候还会超额赠送。光靠衣服，怕是挺不过去了。不久后，极寒到来，气温从零上50-60度，直接降到了零下60多度，大雪铺天盖地就落了下来。我虽然穿着科技保暖衣，还被3个暖风机对着吹，但还是感觉有些雪凉意。在把炉火点燃后，才感觉浑身暖洋洋的。末世来临1年后，极寒终于来了。谁敢相信6、7月份竟然会大雪纷飞，气温更是低到了零下60多度。有些人没把避难所通知的消息当回事，并没有准备御寒的衣物，极寒第1天便被冻死。而我则是穿着科技保暖衣，吹着暖风，点着炉火，摆着各式各样的美食，慵懒地看着电影。门口这是什么声音？透过猫眼，我看到3个人在刘曼门前鬼鬼祟祟。儿子，你小点动静，别把那丫头吵醒了，万一被她发现了，可就完了。妈，你怕什么？就是啊妈，我和大哥2个大男人，还怕她一个小丫头骗子吗？那丫头细胳膊细腿的，能是我们2个的对手？这倒也是，一个丫头骗子，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贡献点，竟然一个人租了这样一套房子。妈，这还用问吗？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还能靠什么赚贡献点？等我把她拿下了，给你抱个大孙子。这个老太婆果然不是好东西，居然把主意打到刘曼头上了。自己这衣服还是刘曼送给自己的，帮她处理掉也算还份人情吧。我直接开门走了出去，3人也是吓了一激灵。小帅哥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呢？这是我2个儿子，我们就是看看刘曼这门关好没有。妈，你跟他废什么话？抢谁不是抢？把他抢了再搞里面的娘们。对，赶紧把你家的吃的喝的，还有取暖用的东西全都交出来，我2兄弟还能饶你一命。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走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你以为你是谁？我们还需要你给机会吗？我劝你识相点，这冰天雪地里，4个人随便找个地方一扔，神不知鬼不觉。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珍惜的。说罢，我直接一个闪身，3下5除2就将2人打晕。老太婆，我原本以为你就是有点八卦，有点嘴碎，没想到你胆子还挺大的，都学会抢劫了。我错了，我们现在就走。你年纪也大了，不用自己走，我会送你回家的。你不要太过分，这事儿是我们不对，可你什么损失都没有，还伤了我2个儿子，这还不够吗？你还觉得自己有理了是吗？强哥，你又帮了我。你该不会一直躲在一边看吧？没有，我刚回来。不过看你好像并不需要我帮忙，就没有擅自插手。感谢强哥英雄救美。刚好你回来了，帮我把他们抬到他们家里吧。遵命，强哥。先搜下他们身上的钥匙吧。很快我们便把3人丢回他们家中。咱们走吧。强哥，这样会不会太心软了呀？要是我一枪一个。放心，这里的火烧不了半个小时就灭，这几人没有6个小时醒不过来的。在这种温度下，2-3个小时就可以把人冻硬了。你要是真一枪一个，尸体还要自己处理，把他们放在这里，任由他们冻僵，之后都不用处理。等到这房子的租期到，避难所的人会过来收房子，到时候自然会把他们尸体处理掉，这不是省事多了吗？强哥，你好坏哦，要不先去我家吧，我给你泡杯热咖啡。不用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外面太冷，赶紧回去休息吧。第2天下午，刘曼又找到了我。强哥，我过2天打算出基地一趟，你能陪我一起去吗？这冰天雪地的刘曼，这是要去哪？可是现在汽车也不能用了啊。交通工具你不用担心，我跟基地说好了，借他们的雪地车用，由我自己出。极寒状态下，自己还没有出过门，万一避难所基地出什么状况，不清楚周围环境，必然会降低自己突发状况生存率。好，我陪你去。谢谢你，强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2天之后。可以，而且我也有油，到时候我出一半，出门多带点东西。好，2天后一早我喊你。目前自己手头上贡献点也不算多了，这次出门应该可以打些动物肉来换取。按照前世的记忆，此时还存活的动物已经是异变个体，各方面能力都强于末世前，自己必须做好准备。末世来临1年后，全球进入极寒时代。今天是我第1次在极寒的天气里出门。你借的车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吗？放心，这车空间蛮大的。这里面是油。好的，车里我也已经加满了，这个就放在车上备用吧。好，我们出发吧。这车内空间确实挺大的，我先烤2个红薯，我们1人1个，暖暖身子吧。强哥，你真是个暖男。看着窗外的雪景，我有些怀念末世前一堆人其乐融融打雪仗的场景。可现在大家吃不好睡不好，人都快要被冻死了，谁还有那个心思会去想着玩？更不会觉得眼前这景色有多好看。强哥，你怎么了？哦，没怎么。对了，你有附近的地图吗？我想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打猎的地方。这是这附近的地图，
我从基地那边弄来的。检测到不明移动物体，正快速接近。强哥，你快看后面，是一只野猪。这种动物领地意识很强，追上来会把车撞坏的。停车，我们下去解决它。好的，强哥。下车后，我们全副武装，等着野猪靠近。强哥，尽量开枪，不要近战。我知道，你自己也小心点。说罢，直接开枪，朝着远处的野猪射击。不得不说，这空气枪冬天确实好用，射出去的空气都变成了冰锥。虽然自己枪法不好，但耐不住自己无限子弹啊！很快，野猪就被我嘎了。强哥，你真是乱枪打死老师傅啊！见笑了，你的枪法倒是很好。强哥，不是我吹牛，我从小就被我爸训练各种武器使用，枪什么的都是小儿科，二向箔才是我们那常用的武器呢。那是什么东西？很厉害吗？有点难解释，其实也不是很厉害的武器，只是用的会比较多，灭敌效率会高一些。这野猪我觉得可以带上，车上已经没有空间了。那把它绑车顶上吧。回到车内后，我们两个又累又冷，喝了些热茶，才好转了许多。刚才搬运野猪费了太多的体力，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再继续上路吧。我这还有冻鱼，你吃吗？算了，以前我卖鱼起家的时候，鱼吃的太多了，现在看到就有些反胃。我这还有些自热米饭，吃完我们赶紧上路吧。强哥，你看那边一群野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野猪？这冰天雪地，难道有什么食物供应给他们吗？除了野猪之外，会不会也有别的野生动物？难不成出了天灾，人们还要面对各种强大的野生动物吗？强哥，你不用担心，这些野猪闻到这的血腥味，暂时是不敢靠近的。而且我们还有热武器，来多少我们吃多少。你说的对，先吃饭吧，下午我来开车，你多休息一下吧。好嘞，强哥。吃完饭后，我和刘曼没有立即出发，又在树林里打了些兔子。强哥，如果以后有经常要出来的任务，你愿意出来做吗？什么意思？你再说清楚些。基地打算等有了规模，也腾出了一些人手后，就开始展开救援了。只靠着基地官方的人肯定是不够的，基地打算和基地内的人合作，只要是有本事有能力的，都可以参加这些救援任务。当然，基地不会让人白白出力，会视情况给一定的报酬。你会去吗？参加任务是否要听从调派？在末世里受命于人，简直如同把命交到别人的手上。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不用，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不想听命于人，更不想把命交到别人的手上。我也是一样的，我已经问过了，若是参加也只是合作关系，不管出什么事情，要不要救人，都看我们自己。既然这样，那以后你要是看好什么任务了，可以跟我说一下。我们先回车里吧。好嘞，强哥，天已经有些黑了，要不我们直接回基地吧？可以，现在外面情况我们还没有完全摸清楚，先去基地服务中心吧，把这些猎物兑换贡献点。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服务中心。车上的兔子你要留下一些吗？我就不留了，自己20亿物资空间里有的是兔子，手撕兔、烤兔子、麻辣兔头、干锅兔、泡椒兔、冷吃兔等等，全都多不胜数。好的，那我直接让他们全收了。末世零下60度，如果给你一辆车，你敢出避难所去打猎吗？续接上集，我们打猎回来后，我便先一步回到了家中。刚躺下没多久，怎么这么大动静？按理说现在刘曼也没有回来。邻近的2套房子，一套住的是那母子3人，另一套住的则是一家5口。那一家5口向来安静，不会闹出这么大动静。既然不是他们，那是谁？真好，以后我们也有自己的房子住了。看来这是新搬过来的呀。也就是说，大妈母子3人的尸体应该已经被发现，并且搬走了。这也没过去几天，尸体就被发现了。看来这大妈本来就没交多长时间的房租。对于这种新住户，我也没兴趣去了解。末世极寒之下，累了一天，泡个热水澡是真的舒服。谁在敲门？难道是刘曼有什么事吗？出去后，我才发现是一个完全没见过的女人。你好，我叫关慧，是新搬来的，特意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以后咱们就是住在一栋楼的邻居了，还请多多关照。就算是末世之前，同住在一栋楼门对门，不知道彼此的名字，没和对方打过招呼，那都是正常的事情。现在都已经是末世了，更不会有人在搬家之后特意和附近的人打招呼，自己还是小心为妙。你怎么都不说话？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你是不喜欢我吗？你是谁我都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一说。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还有，不要随便过来敲我的门，下次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接下来几天，这新住户吃了我的闭门羹，也没有再来打扰我。我也如同往常一样，不断锻炼身体，提高末世生存能力。听着敲门频率，应该是刘曼。之前跟你说的救援任务，我已经打听到了一个合适的，你要不要一起去？你先说说具体情况。除了咱们金盛动画城这个第一基地外，大大小小的基地也有不少。昨天有个小基地发来求援消息，基地决定过去救援。那基地距离这边大概50公里，之前是个度假山庄，他们遭受了野生动物的袭击，伤亡不小，房子也被破坏了。这次过去，主要的目的是把幸存者带回来，顺便消灭那些野生动物。救人基地那边安排人手，我们跟着一起过去，主要是消灭野生动物。去这一趟基础奖励是100贡献点，打死的野生动物贡献点单独算。那就去吧。强哥2天后出发。好，我会准备好的。
晚上躺在床上，我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这一世重生回来之后，我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待着，做什么事情几乎也都是单独行动。现在突然要集体行动，想想心中的感觉还挺复杂的。前世的时候，像是这样的集体行动，我也是参加过不少次，但每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也不知道这次行动会怎么样。算了，多想无益，倒不如睡觉来的实在。2天后，强哥起得挺早吗？你不也是？走吧，去跟基地的人会合吧。哇，我们真有缘哎！你们好啊！听到关慧的招呼，我立马加速离开。强哥，等等我。慧慧，你刚刚在和谁说话呢？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那2个人，我看他们好像是要出门，就想问问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一样，也要去搜救幸存者。只可惜他们没有理我。姐姐，你说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我的话太多了？怎么会呢？我们慧慧这么心善，那可是人见人爱。他们可能只是不喜欢和陌生人接触而已，毕竟现在是末世了，人与人最缺乏的就是信任，对别人有防备之心是很正常的，你不用放在心上。可是我看那个哥哥和姐姐穿戴都很好，衣服看着就感觉很贵，而且那姐姐保养的也很漂亮，不像是日子不好过的样子。姐姐他们是不是瞧不起我们？毕竟我们这么穷，连衣服都只能穿这种不合身的低端货。放心吧，妹妹，我们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姐妹齐心，其利断金。这次出去，我们除了搜救幸存者，也可以顺带找找物资。到时候遇到你喜欢的衣服，咱们就都带回来，让你换着穿。如果给你20亿，你能在末世生存下来吗？续接上集，躲开关会后，我们来到了集合点。强哥，我觉得那女孩挺好的呀，你怎么老躲着人家？末世里人心不古，当然是小心为妙。看来这次一起出任务的人不少啊，到时候一群人挤在车上，想想就头疼。强哥，你放心吧，我知道你不喜欢太多人在一起，我已经买了一辆雪地车，这次我们开自己的车。谢谢你，刘曼。强哥客气了，走吧，我们先上车吧。这车你花了多少贡献点？没有花贡献点，你身上同款的那件衣服换的。基地已经开始反向破译科技保暖衣的技术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基地其他人就不用裹得像头熊一样了。前世一直到极寒结束，也没听说过有科技保暖衣。上一世难道刘曼没有到第1基地吗？但想想当时自己躲在乡下，距离第1基地太远了，听不到什么消息也是正常。强哥，你怎么了？一直盯着我发呆。哦，不好意思，就是觉得末世下能有你这样的邻居挺好的。大家有序上车，我们准备出发了。强哥，看来要出发了，那我先去驾驶室把自动驾驶设置一下。好，3个小时后，车队休整20分钟，20分钟后继续出发。这次有6辆车，看来去的人很多啊。是啊，所以车上的卫生间不够用了，才会休整20分钟，让大家自行在外面方便。零下60度也不怕冻伤。强哥，那也比憋死强啊。谁啊？是我是关慧，你们的邻居。你有什么事吗？哥哥，你能不能让我上你们的车啊？基地的车上一些男的，总想对我和我姐姐动手动脚，我真的很害怕。你好，我是关城，是关慧的姐姐，我们不白上你们车，我们可以拿次热米饭和你们交换。我们不。强哥，先别拒绝，作为女生，其实我能理解他们。你的意思是想让他们上车？强哥，虽然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了什么，对人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但是在末世里只是孤身独斗的话，是走不长远的。而且他们2个不像是坏人。这是你的车，你说了算？难道真的是自己太敏感了吗？可是上一世自己就是被身边的人害死的，这一世自己绝不能重蹈覆辙。你们刚刚在外面冻坏了吧？我去给你们烧茶，你们先坐下暖暖腿吧。哥哥你好，我是关慧，我助你。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吗？我妹妹没什么事，就是想问你要不要吃次热米饭。坐在车上这么久，你应该也饿了吧？我不饿，你们先休息吧。你怎么过来了？水还没有烧开。过来看看，怕你无聊。强哥，大部分男人不都很喜欢关慧这样柔柔弱弱的女孩子，这样会让他们产生保护欲。你怎么不是？你休息吧，我驾驶室开车去。天黑之后，我们车队到达了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基地本次任务带队队长，我叫贪吃鱼，你们叫我鱼队长就行。大家先进屋子里吧。这是什么味道啊？也太难闻了，该不会是有人在这里面小便吧？就不能注意一下卫生吗？真的是小基地就是小基地，素质堪忧。大家今天就在这里面休息吧，基地会给大家安排食物的。第1基地终于来救我们了，我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我看他们车停在外面，看看待会我们要不去偷些他们的物资吧。那些第1基地人听说他们吃的好喝的好，偷拿一点也不会说什么的。分发的食物就是1包压缩饼干和1杯刚煮热的血水。山庄基地的幸存者，你们都慢点吃，千万不能噎着。这次我们没有医疗人员跟随。于队长，1包饼干实在不够啊，我们山庄基地的都饿了好几天了，能不能再给些啊？我知道你们很煎熬，但这次救援物资有限，大家先睡觉吧，明天再分多点给大家。哥哥姐姐，你们先睡吧，我和姐姐帮你们守着。不用，你们先睡吧，我守着。到了后半夜换我，与其争论谁先守夜，不如抓紧时间赶紧多睡几分钟。12点后我醒了过来，刘曼你睡吧，接下来交给我。好。过了没多久，我感觉到有4个人影站起身来，穿得破破烂烂的，一看就是山庄基地的幸存者。这才第1晚就有人按捺不住要闹事了吗？假如你救的人对你恩将仇报，你会怎么办？还给我，把我的吃的还给我！你们凭什么偷我的东西？你们这些贪心的垃圾！于队长都给你们吃过晚饭了，你们竟然还不满足，还来偷我的食物，就不该救你们，让你们在这儿冻死饿死！
于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他们偷了我的物资，要让他们还给我。还给你，可以啊，我这就吐出来给你，你要不要？你怎么这么恶心？山庄基地的人难道就这样的素质吗？哈哈哈，笑死！漠视了你还谈这些？有本事你就嘎了我！够了，吵什么吵？都给我回去睡觉！于队长，那我的物资，待会我让他们把信息留一下，等回到基地之后，让他们做工赚贡献点还你。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不愿意等，那你自己找他要去。算了，就当喂狗了。这个女生被偷了物资，要么直接将人嘎了，以绝后患，要么就忍气吞声，以待来日。可偏偏她一样都没占，嘴上骂骂咧咧，看似是出了一口恶气，其实是给自己招惹了祸患而不自知。第二天，今天我们负责的是这块区域的野兽。等等，有人来了，都给我把物资交出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可是来救你们的。救我们？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你们最好识相点，还能少受点罪，不然别怪我们四兄弟辣手摧花了！哈哈哈哈！别嘎我，别嘎我！只要你们不嘎我，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你能给我们什么？我们所有的物资都可以给你们。大哥，我们山庄基地里有不少漂亮女人，到时候我给你骗出来，全都听你安排。大哥，你千万别嘎我啊！你身法很不错，强哥，对不起，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末世前我有个姐妹，就是被这样的人骗走的，被人侮辱后还被挖走了器官。理解，我们开始清理野兽吧。天黑之后，我们刚回到山庄基地，一堆野猪就向我们冲来。你们没受伤吧？怎么回事？基地被野猪袭击了，伤亡惨重。刚刚袭击你们的就是被我们治安队打跑的几只。启强，多亏你了，没让他们跑了。于队长，你不公平，凭什么他就能配枪，却不给我们发枪？要是我们也有趁手的武器，白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受伤，现在更不会伤亡惨重。谁跟你说他们的枪是我给配的？如果不是于队长你给的，那他们是哪儿来的枪？于队长，我觉得我老公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遇到这些凶猛的动物，我们赤手空拳，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如果我们也配了武器，就不会死伤这么惨重了。于队长，您作为一队之长，不能太过偏颇，处事还是要公允一些的，不然怕是不能服众啊。你是聋子吗？刚刚于队长就已经说了，哥哥的枪不是他配的。如果不是于队长给的，那他的枪是哪来的？这不是管制的武器吗？你要这么说，这满地的动物还都是保护动物，你为什么想着用武器赶了他们？我只是为了自保。怎么说都是你有理，倒是挺双标的，为你们几个针对我是吧？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从来都不针对别人，我只嘎人。要是你实在学不会好好说话，那我就送你去投胎，重新做人，听懂了吗？我知道了。那就好，只要肯好好说话，我这个人还是很好说话的。这边没我什么事了，于队长，我就先回去了。玉他们都走了，我们也回去。老公，我被吓尿了，现在下面已经结冰了，我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哥哥，这是我和姐姐烤的兔子。没想到你们两姐妹的手艺这么好。哥哥喜欢就好。我看你们两个也就10几岁，为什么要接基地的任务？你们爸妈呢？我和姐姐都是福利院的孤儿，没见过爸妈。哥哥，你会瞧不起我们吗？之前我和你打招呼，你都不理我。原来和自己一样嘛，不过自己还好一些。6岁的时候才变成了孤儿，对不起，那时候是我不对。刘曼，你那里还有科技保暖衣服吗？怎么了？我想给他们买几件当做补偿。如果在末世你富得流油，却遇见了穷困潦倒的高中同学，你会怎么办？续接上集，我们回到山庄避难所，嘎了袭击我们的野猪，并用真诚的言语让一杠精女真心悔过。刘曼，你那还有科技保暖衣吗？我打算买2件送他们。哥哥不用，我们靠自己可以越过越好的。强哥，我和妹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的话，给我们介绍一些工作就好了。末世下还能独立自主，用努力换取报酬的女孩确实不多了。好，我尊重你们的选择。2天过后，启强，你们这队消灭的野兽最多，我算了一下，一共是1万贡献点，但我们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么多，到时候你来基地服务中心找我吧，我把贡献点给你们。好的，于队长，那我们就先行回基地了。路上注意安全。刚回到家门口，我就发现一个人探着头看向我这边，与我对视后，立马转身逃走了。这身形应该是1楼的那几个年轻人中的一个。你在发什么呆啊？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人盯着我，这应该是住在1楼东户的一个男生。住在1楼的跑到楼上来做什么？不知道，我看到他就跑了。那就不管他了，今天把关城和关慧叫过来吧，我做些拿手好菜给你们吃。好。明天我有点事，就拜托你和关城去于队长那领下贡献点吧。好，没问题，到时候你的雪地车借我用下，油费我出。那就辛苦你了。第2天，我刚带着关城下楼，便被人拦住。你是高启强吗？你是谁？你真是高启强，我是吴健啊，咱们是高中同学啊，你还记得吗？高中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对于吴健这个名字，好像是记得有这么个人。你有什么事吗？你想起来了是不是？一眨眼咱们都这么多年没见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了，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见，咱拥抱一个。我劝你最好跟我保持点距离。我就想着咱们老同学在末世下还能见面，想拥抱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吗？启强，你手里拿的这是唐刀吧？看样子就知道是好刀，你从哪弄的？以前看你文文静静的，没想到现在也舞刀弄枪了，都是这该死的末世害的。
自己跟这吴健除了高中同学身份，根本没有任何交集。眼下他搞得跟我很熟一样，让我很不舒服。你还有什么事吗？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从刚刚开始，你的态度就淡淡的，我还以为咱们作为老同学，以后能互相帮助，争取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看来是我想多了，也是看你穿的这身，就知道你过得很好，瞧不上我也是应该的。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昨天那个男人恐怕和这吴健是一伙，不知道这两人心里在打什么小九九。既然这两人有隐患，还是早点处理掉好。来到服务中心后，一个男人立马迎了上来。你好，是有什么事要办理吗？或许我可以帮上忙，只需要一点点贡献点当小费。不用，你不用不好意思，我在这里还是有些地位和话语权的，一般的事情我都能处理。看这人穿着就不一般，要是能借着这个机会和他攀上关系，自己生活质量岂不是要翻一番？我不是不好意思，而是我的事情你办不了。哈哈哈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知不知道？你都没说，怎么知道我办不了？不怕告诉你，在这里还真的没什么我办不了的事情。你确定吗？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贪吃鱼的人？于队长吗？我熟得很。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欠我1万的贡献点。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就去找他，帮我把这贡献点要回来。1万的贡献点？你该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真要是假的，你进去一说，不就被拆穿了吗？所以你现在有时间帮我去要回来吗？那啥，我突然想起来我家煤气还没关，这事儿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我先走了。走你想走哪去？我操，于队长您怎么来了？我刚听到你说跟我很熟啊，在这没你办不成的事啊。如果你是领导，下属借你的名义去招摇撞骗，你会怎么办？王成谁让你对外胡说八道的？现在就去纪检那里，把你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于队长，我错了，我只是初犯啊，你就饶了我吧。看来你是想让我带你亲自去了。别，于队长，我去，我现在就去。启强让你见笑了，对于这种腐败分子，基地是坚决严惩不贷。于队长的办事能力，我们是绝对的相信。走吧，我给你们转贡献点去。拿到贡献点后，强哥，你能陪我去一趟超市吗？我这次要买的东西有点多，可能需要用到车，今天的邮费就我来出吧。你们两个是打算囤些食物吗？强哥，那倒不是，我和妹妹不都是孤儿吗？所以也想要帮助和我们一样的人，尤其是末世了，越来越多的小孩变成了孤儿，基地孤儿院其实吃得很差，所以只要有点贡献点，我和妹妹都会去买些好吃的给那些孩子。今天邮费我出，待会我也买些食物，你帮我转交给那些孩子吧。谢谢你，强哥。一切忙完后，我回到了家中。刘曼，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想问下你，明天我想去基地外练枪，你有兴趣一起去吗？自己枪法确实有些差，练一练也好，可以，我也想提高一下准头。好，明天我来找你。第二日，我们来到了基地外的一个猎场。我听于队长说，现在基地里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小队都会来这打猎，所以练枪是假，你想吃肉是真吧？咱们既然出来了，空车回去也太浪费了。再说打猎对你练枪也更有帮助，你说是不是？救命啊！救命啊！去看看吗？没必要吧，人各有命。我不是想救人，那边肯定是有什么野兽，省得我们再去找了。那就去看看吧。优数量不少吗？刘曼，你真干得漂亮，我还一枪都没开呢，这枪是练了个劲啊。手快了，手快了，一会请你吃烤肉。刚刚是你开的枪吧？我都看到了，你可真的是太厉害了，谢谢你救了我们。对了，我叫秦媛媛，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野猪带回基地？我们帮你们吧，我们车子还有空间。不用，我们自己可以带回去。你是不是害怕到了基地之后，我们不把野猪还给你们啊？其实你根本不用这样担心，我们都懂得知恩图报，不是那种坏人。你们在做什么？准备抬野猪，你看不到吗？这野猪虽然是你们嘎的，可是要是没有我们，你怎么可能一下嘎这么多野猪？看在是你打死了他们的份上，我们愿意吃点亏，让你们多带走一些。是啊，做人还要知道贪多嚼不烂，人要懂得满足啊。看来你们是嫌自己命太长是吧？你别生气，他们就是太久没有吃过肉了，看到这么多的野猪，这才动了贪心。野猪我们不要，你放过他们吧。被救了，不心存感激也就罢了，却还大言不惭的就要分恩人的猎物，这种人留着何用？队长，你还不吭声吗？就是啊，队长，这人这么嚣张，你不赶紧出手，解决了他，食物和女人都是我们的了。本来我还想让你们嘎个痛快，现在你们居然敢对我的人动歪心思，看来让你们变成人棍会更有决心。哎呀，他居然说自己是他的人，难道他心里和自己想的一样吗？你好，我叫方翔，是他们的队长。你的队员犯了错，我的建议你觉得怎么样？我完全同意，我们本来就是临时组建的小队，我这个队长也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他们犯了错，我自然也不可能帮他们承担。队长，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可是一个小队啊。圆圆，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不要总觉得谁犯了错都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更不要认为我作为队长就要为你们犯蠢做下的事情承担结果。都没意见的话，就从你们舌头开始吧。算了吧，强哥。你怎么了？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不宜见血，赶紧把剩下的野猪收拾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说。3小时后，刘曼为什么要放过他们？这样会留下隐患的。你之前说我是你的人，我当时那么说是因为……强哥，你听我说完。你说我是你的人，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人。我觉得你认为的你是我的人，和我认为的
你是我的人，并不是一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的确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并且我想一直做你志同道合的伙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很合适，你能不能做我的伴侣？末世里美女向你表白，你会答应吗？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很合适，你能不能做我的伴侣？不得不承认，刘曼长得好，又很有能力，懂得各种人情世故，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比自己更加的优秀。强哥，我再次跟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刘曼，来自宇宙大汉王朝，今年324岁。什么？你居然324岁了？可想想刘曼的为人处事和身上偶尔释放出的老练气质，倒也真的符合这个年龄。虽然我300几岁，但是我一点也不老哦。在大汉王朝，新人类一般可以活1万岁，而我比普通新人类稍微高级些，应该能活个3万年。到底是我在做梦，还是你没有睡醒？你没有在做梦，我也睡醒了。刚刚说的都是真的，我是在一次时空穿梭当中，不知道飞船出了什么问题，就掉进了你们这个星球。遇到你的那天，就是我刚调过来的那天，而且我有异次元存储空间，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你和我就在我的异次元存储空间，现在你该相信了吧？你把你的秘密都告诉了我，我要是不答应做你的伴侣，你会不会一枪把我崩了？当然不会。为什么？我觉得你会同意的。我没有不良嗜好，人长得也算漂亮，性格也很温柔，会厨艺又能保护你。你也知道这是末世，而且你又是个外星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我刘曼以大汉王朝皇家公约发誓，愿与高启强结为伴侣，永世忠诚，永不背叛。如有违背，可以了，我相信你。所以启强哥，你答应我了吗？我答应。真的吗，启强哥？真的啊。那我做一顿饭庆祝一下吧。你想吃什么？而此时大汉王朝金銮殿，孔明急急忙忙是有何事？禀报陛下，皇家公约系统检测到了长公主的下落，但因为中途誓约中断，位置只追溯到了侍女座超星系团。好，孔明，你做的不错，你给朕的意思吕布传话，让他带领1万支满编舰队前往侍女座超星系团，朕给他100年时间，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必须给朕把长公主带回来。臣遵旨。陛下，皇后娘娘那里需要知道此消息吗？柔韵那些瞒下。强哥，刚刚的电影真好看，你给我做的新发型也很好看。强哥，你喜欢就好。对了，之前你没打那2个人，就不怕留下什么隐患吗？强哥，你放心，那方翔和我是认识的，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确没有让我失望。那2个人已经被他打了，如果他那个时候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也会再回去把那2人打了的。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动手，这样更安心些。以后都听你的。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开始睡觉吧。第2日，你醒了？早餐都做好了，快起来吃吧。有你真好。老公，于队长有个寻找野猪生存食物的任务，想让我们去，你想去吗？去吧，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干，正好出去活动活动。吃完早饭刚下楼，便又遇见了那吴健，没想到这吴健还蹲着自己呢。启强，我刚要出门就碰到你了，这可真是太巧了。呵呵，人为制造能不巧吗？人为制造，启强，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觉得我是故意在这等你的吗？咱们好歹同学一场，你这样揣测我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我这么过分，那你还是不要认我这个老同学了。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当不认识就行了。干嘛那么生气吗？我刚刚也就是一时气愤，才多说了2句，你可不要跟我一般计较。咱们都是老同学，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指不定就有互相帮助的时候，何必闹僵做陌生人？这世道多个朋友，总要好一点吧？你说是不是？相较于多个对我耍心眼有所图的朋友，我倒宁愿多一个陌生人。高启强，你简直是不可理喻。我们走吧。老公，你怎么有心情跟他说那么多话？他还什么都没做，我不能直接把人赶了呀。启强，你们可算来了。哎，你们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啊，怎么感觉像是对小情侣呢？该不会是在一起了吧？于队长还真被你说中了，我和刘曼现在已经是情侣了。恭喜恭喜，等你们生孩子，我一定随份子。于队长，我们还没这想法呢，你赶紧说说这次的任务吧。之前我不是就和你说过，科学家正在研究那些野猪究竟吃的是什么吗？现在已经有了成果，我们这次出去就是要把野猪吃的那种东西多采集一些回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类能不能吃。于队长，既然是野猪吃的东西，周围必定就有野猪的栖息之所，这次任务危险程度不小啊。所以这次我最看好你们这队，你们去不去？当然去，报酬怎么说？你们放心，不会让你们做白工，该给的贡献点一定给，你们赶的野兽也全都归你们。前往任务地点的路上，我也是眉头紧锁。不管是这些泛滥成灾的野猪，还是在这种天气、这种气温下生长的植物，都是前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重生以来，虽然大的方向和前世都是一样的，可是仔细回想一遍，很多小细节上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偏差。尤其是这么多具有凶性的野生动物，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植物，已经不是小偏差了。究竟是上一世自己消息太过闭塞，还是现在的这一切都是自己重生所带来的蝴蝶效应？老公，你说比末日前野猪变得这么凶猛，皮糙肉厚，体质也有了变化，会不会和那不知名的植物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有关系，那人能不能吃？吃了之后，体质上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别想那么多，等把东西带回基地，想来科学家们很快就能研究出来，我们只等着看就行了。你说的对，
是前世没有听说过也好，是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也罢，如果这植物真的有改变体质的效果，人也能吃的话，那能活下去的人应该会更多。4个小时后，我已经分好了小组，你们2个一会儿就和我一起。不一会儿，此行10多个人就分散开来，4个人一组，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这是先头来打探情况的人拍回去的。那果子就长这样，白色的圆球，婴儿拳头般大小，无花无叶，就这样光秃秃的长在白色的藤蔓上。这肉目所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想要寻找是真的不容易。你们一会儿找的时候，也别盯着血看的时间太长，以免伤了眼睛。好的，于队长，我们走路的速度并不快，每个人都低头弯腰看着地上，寻找着那白色谷子的踪迹。这姿势保持的时间长了，不是一般的难受，腰酸脖子痛不说，眼睛一直盯着白雪也会十分的不舒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老公，你是不是累了？是有点累，但更觉得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有点傻。我也觉得挺傻的，这么找下去，就算眼睛没有瞎，腰也要断了。老婆，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篱笆，是很久以前用来犁地的东西。对呀，这些雪和庄稼地有什么区别？用篱笆的话，可比我们现在治方法要快多了。之前只想着出来完成任务了，都没顾上动脑子，还是启强的脑子活络啊。只是现在咱们去哪弄篱笆？回基地拿的话，今天可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我们现在是没有篱笆，但是我们车上有钢丝绳，也有铁棍，现做一个还是可以的。启强还是你厉害，走走走，咱们这就去拿东西去。于队长，你在这歇息一下吧，我们2个去就行。行，那我们等着。说是车上有，其实是在随身空间，这也是不让于队长跟来的原因。等我们带着2个粗糙的篱笆回来后，发现于队长已经把其他人喊了回来，因为只有2个篱笆，于队长将人分成2拨去犁雪地。就这样搞了1个多小时，雪地被篱笆翻得乱七八糟，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雪里有一根根白色的藤蔓，上面长着一颗颗白色果实。这是刚摘的果子，你们看看就行，可千万别吃啊！放心吧，于队长，不明食物我们是不会吃的。不知道是因为身份的问题，还是也有年龄的问题，我发现于队长还是十分爱操心的，就像是一个脾气很好的长辈，会适当的关心，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厌烦。这果子是有气味的，不过气味很淡，人类的嗅觉又没有动物那么灵敏，所以没有闻到，但野猪以此为食，应该很轻易就能闻到其味道。于队长，咱们已经找到了果子，必须小心附近野猪出没，埋在雪下野猪都能闻到，这拿出来后岂不是味道更浓郁了？启强说的有理，你们4个去帮忙摘，你们2个拿枪去警戒周围。不好了，于队长，我们小队遭到了野猪袭击，快去救援吧。启强、刘曼，你们跟我去救人，其他人留在此地保护果实，加强警戒。我们几人一路狂奔，总算是看到了那队，迅速掏出枪械射击野猪，嘎了几头之后，其他的野猪一哄而散。你们也发现那果子了？是，我们还摘了不少，好奇之下还劈开看了看，没一会就被野猪袭击了。之前怎么跟你们这交代的？一不在我跟前，就把我交代的话全都忘了。摘了赶紧撤回，没跟你们说吗？你们还敢打开果子？要是我们过来救援晚了点，你们是不是打算葬身猪口？只听说过吃猪肉的，还没听说过谁被猪给吃了的。哈哈哈哈！启强，你这家伙把我逗笑了，我还刚想训他们一顿呢。行了，你们都别愣着了，赶紧把果子都摘了，再把这些野猪一起带走，咱们立即返程。回到基地后，能找到这些果子，你们功不可没，所以另外给你们1人500贡献点。如果这果子人真的能吃，能自己种植，你们也会有优先权。然后这是新的身份证，基地的网络已经全面开放了，以后贡献点都打到身份证上。网上很多末日前的软件已经重新上线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对了，身份证别丢了，不然以后在基地寸步难行。好的，于队长。回到家后，我和刘曼也是立马连接基地网络，研究了起来。这基地网络连接就需要实名制，以后估计就要开始收费了吧？实名制的话，但凡敢说什么不当的言论，或者是做了什么坏事，被找到只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基地已经全面落实办理新的身份证了，现在办理点还一堆人排队呢。还好于队长这次出发前就帮我们这一堆人都办好了，我可不想极寒天气还出去排队。我看了下基地商城，你知道野猪肉多少贡献点1斤吗？多少？足是我们卖给基地价格的3倍。没事，多少贡献点我们也不买，我空间里的物资够你和我吃几百年了。不过我也活不了那么久，到时候就全给你了。老公，我不要物资，我只要你，我们2个人一起活着才有意思，不然只留我一个人，那么多东西我也吃不完啊！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只要我联系上了母星，一定给你搞制生物药剂，让你和我一样，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了，不哭，我给你去做好吃的。我要吃烧烤。好，我给你做去。第2天我刚买好早餐，回到家门口便又遇见了那吴健。启强基地让办理新的身份证，车子就在下面，你怎么没下去办？现在人已经少了，你去办刚好不用排队，你要是再不去人家就要走了。我转过了身，上上下下把吴健打量了一遍。启强，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我在看你是不是失忆了。你怎么这么说？我记得之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了，以后大家就是陌生人，你要不是失忆了，怎么会跑上来跟我说这些？我好心好意上来提醒你，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竟然还说这样的话，简直是不可理喻。既然知道我不可理喻，那就离我远点。我直接掏出刘曼家的钥匙，将门打开。你为什么会有他家的钥匙？你们2个是什么关系？难道真的是情侣关系吗？我直接进门，不再搭理他。自己和刘曼什么关系？难道还要汇报给你？吴健不成？健哥，你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看着这么萎靡，
兄弟，你说对了，那高启强和那刘曼真的是情侣。之前我看他们举止亲密，还不愿意相信，现在我算是信了，他们都住在一起去了。本来还想靠着高启强这个同学，让他把我介绍给那刘曼，没想到是我太蠢了。这几天我想静静，你们不用喊我吃饭了。怎么了？又被你那高中同学骚扰了吗？你听见了？老公，你们那么大的动静，我想听不见也难啊。老公，是谁啊？于队长，问于队长有什么事吗？启强，你现在要是有时间，就来找我一趟。好，我一会儿就到。行，那你赶紧过来吧。老公，那你先去忙吧，我在家给你做午饭。好，今天我想吃红烧猪肘子。好嘞。启强，你来了。那果子的研究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将它命名为雪果。雪果无毒，里面富含多种维生素，不仅动物可以食用，人也可以食用。但这果子不能增强体质，那些动物体质增强的原因还不清楚。如果野猪的体质变化和雪果没有关系，那是不是说明动物们的确比人更快地适应了这个新世界，身体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于队长，雪果种植条件要求高吗？雪果种植条件要求不仅不高，产量还高，每20天就能成熟采摘。这是雪果的种子，你拿回家种吧。你们和之前出任务的都是第一批，只要你们种出来没什么问题，基地就打算全面推广开来。对了，果子成熟后基地会回收的。于队长，那我就先回去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刚回到家门口，我就看着一男的在缠着刘曼。你就是刘曼吗？我叫张哲，末世之前高启强的同学吴健是同事，末世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基地，一直住在一起。吴健自从昨天晚上回来之后，就一直不吃不喝的躺在那里，我实在是担心他，所以才出来找你，希望你能劝劝他。他是死是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启强，你们怎么说也是同学一场，有什么事情是说不开的，能在末世里活下来不容易，我真的不想看着他把自己饿出个好歹来。末世有多少人想吃饭还吃不上，这吴健倒是玩起绝食来了。你回去吧，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你们好歹同学一场，他又是因为你变成这样的，没让你做别的，只是让刘曼说2句话劝解他一下，你竟然都不愿意，你也太铁石心肠了。这都末世了，你还跟我玩道德绑架这一套？别说我只是他曾经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同学，就算我是他爸，他想把自己饿死，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刘曼，我们进屋。不行，刘曼，你不能走，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糟践自己的身体，那是因为你才这样的，你必须给他个说法。你这是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我和吴健这么多年兄弟，当然不能看着他出事。好啊。你要做什么？你不是要为了兄弟两肋插刀，我不插你2刀，怎么对得起你这份情谊？你是不是疯了？我是让刘曼去看看吴健，好好劝劝他，不是让你插我2刀。你让我老婆做什么，我老婆就做什么。你算老几？这次给你个教训，下次来你就别想活着回去了，还不快滚！怎么就你自己刘曼他不愿意来吗？你这伤是怎么了？你怎么没跟我说过？那高启强那么凶残，他怎么凶残了？高启强我还能不了解？他以前就一孤儿，唯唯诺诺的不怎么说话，在班里的存在感根本不强，还唯唯诺诺。你是把老子当傻子吗？你看看我的衣服，你看看我身上的伤，全都是高启强拿着刀砍的。不可能吧？高启强有那胆子？都到现在了，你还说不可能？要是不可能，我身上这些伤怎么来的？刚刚要不是我跑得足够快，现在尸体都凉了。我们这也算是公平追求刘曼，总归是同学一场啊。高启强怎么能这么狠心呢？狠心？有什么不能狠心的？现在可是末世，谁不拼命的想活着？为了能活下去，能活得更好，有多少人亲朋好友都能舍弃？更不要说你就是一个根本不熟的同学了。你之前说高启强是你的同学，说能和他套近乎，借助他这个垫脚石，追上富婆刘曼当你女朋友，弄点物资回来。我这才上楼帮你打探消息，刚刚还帮你出去拦住他。我现在受伤全都是因为你，医药费必须你来出。续接上集，教训了吴健的室友之后的几天，我和刘曼也没有闲着，租了块地，将于队长给的雪果种子都种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除了定期为雪果施肥，我们也是宅在家中，吃美食，看看电视剧。很快20天便过去了，刚吃过午饭，我们2人便开始采摘雪果，忙到天黑才把所有的雪果摘取完毕。老公，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大概有1万个雪果，赚2万的贡献点不成问题。头一次觉得赚贡献点这么简单，前后也只用了20天的时间，没有任何危险，还不用怎么照料，除了挖土的时候辛苦了一点，这贡献点就像是捡回来的。第2天吃过早饭，我和刘曼一起把雪果一袋袋扛下了楼，装在了车上，打了个电话给于队长之后，便一次性全部拉到基地服务中心。你管这叫一点？对点儿，我们就是种着玩，肯定不能跟基地大规模种植相比。好家伙，你隔着凡尔赛呢，其他人加起来还没你这1半多呢，你这都多少代了，还叫一点？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你们这些雪果清点要好一会，你们可以先回去，到时候贡献点我会打到你们账上。不过我给你们提个醒，基地已经打算全面推广雪果种植了，你们下次收获的时候再过来卖，估计就不是这个价了。于队长，我知道，这次也就是占了第1批的优惠，我们下次就不卖了，少种一点，留着自己吃。好家伙，又是一点，到底是一点还是一点？对了，你们的车，待会卸完货后，我安排人给你们开回去，你去开车送一下启强他们回去。不用了，于队长，最近天气有些回暖，
我和刘曼散步回去就行。离开服务中心后，我看到一些人成群结队的走着，不知道是要去做工还是刚下工。他们每个人都裹得很厚，身上的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可真的保暖的却并不多。走路的时候，一个个缩着脖子和手臂，露在外面的皮肤都生了冻疮。这些人都是住在集体宿舍的人，基地里给他们提供食宿，却也不是白白提供的，他们要听从基地的安排做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这个天气，不管去做什么都一样的受罪，可不做又不行，又不是没有劳动力的老人或者孩子，若是一个个只张着嘴等着吃，基地就是有多少粮食也不够养活他们。即便重生了一次，我也只是人不是神，能做的只是躲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再顺便多打些猎物回来，或者多种一些水果，未来再生个孩子。老公，你是有什么心事吗？老婆，我在想，回去之后咱们再种一批水果拿出来卖吧，到时候不卖给基地，卖给基地里的人，定价便宜一点。好，都听老公的。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听我的？你是我的老公，我不听你的，听谁的？我觉得你说的十分有道理。我也觉得我说的十分有道理。第二批果子成熟后，我依旧找到了于队长。你们上次不是说不准备再卖给基地了吗？现在基地的回收价格，5个水果才给1个贡献点，的确不划算。于队长，我们没打算卖给基地，就是想让你帮个忙，你能不能安排人把这些送去老人孩子住的集体宿舍那边？他们每个人可以买10个，只要1个贡献点。但是只限老人孩子购买，不能代买。这么多的水果，怎么也有1万多个？你这样卖的话，就只能卖1000几贡献点。你这和白送有什么区别？您老婆同意吗？于队长，你放心，我老公做什么我都同意。好家伙，就不该问，喂我一大狗粮，你是想帮助他们吧？那你还不如直接送，他们说不定更感激。于队长赚多赚少，这都是生意，他们怎么想的都和我没关系。再说生米恩斗米仇，真要白送，他们可不一定会感激。启强，没想到你把人性看得这么透彻，你一番话，我也是茅塞顿开。过奖了，于队长，只是读了些《孙子兵法》，略懂1、2。对了，于队长，还请麻烦你让手下的人不要乱说话，我不想从别人嘴里听到我和刘曼的名字。我们不需要感激，一点都不需要。你放心，我的人纪律严明，绝对不会多说1个字的。不知不觉又到了新的一年，上次过年的时候还是极热，自己一个人吃了顿年夜饭，这次就不是一个人了。但是按照上士的记忆，过完这个年后立马就会遇到强震，也不知道第1基地能不能挺过去。如果第1基地因为地震消失了，自己和刘曼又该去哪？老公，饭做好了。好，我来了。老公，你怎么了？看你好像有心事啊。老婆，你相信重生吗？我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末世了。上一世的时候，我活到了末世第3年，那个时候仍旧是灾难不断，我是死在酸雨中的。再次睁眼，我就发现自己重生了。那上一世我们也结为夫妻了吗？没有，我上一世的时候在一些小基地辗转，那时候我没有这么多物资，没有车子，没有油，没有办法去更远的地方，只是艰难求生罢了。说不定在你的上一世，我根本就没来这里，你重生了，我也来了，我们刚巧相遇，一切都是刚刚好。你说的对，一切都是刚刚好。所以，老婆，你相信我是吗？当然相信，我老公怎么可能骗我？老婆，待会吃完饭，我们就把家里收拾一下吧。按照我上一世的记忆，很快地震就要来了。这一场地震毁天灭地，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几级，但我当时所在的基地房屋倒塌，直接就被夷为了平地。不仅如此，地面上也裂开了一道道深渊，看着黑洞洞的，也不知道究竟通往哪里。地震之后，日子就更加的艰难了。老公，说不定第1基地扛得过去呢。这里存在了那么多世纪，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地震，防震措施应该做的还可以，应该不至于特别的惨烈。老婆，不想那么多了，我们先吃饭吧。吃完饭后，我们将屋子整个清空，准备离开第1基地。张哲，你看那不是刘曼和高启强吗？他们搬了一大堆东西上车，是因为不想见我准备搬家吗？我真的这么讨人嫌吗？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看看人家穿的是什么，开的是什么车，再看看你自己，我劝你啊，还趁早歇了这份心思，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或许你说的对，我的确配不上。别再想这事了，今年过年基地外面有免费的饭吃，你要是不去，我可赶紧去了。这样的好事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有。等等我啊！现在天气越来越回暖了，要不了多久，应该就能过上以前的日子了。这什么末世也没那么可怕吗？是啊，到时候我再追个漂亮妹子，一定要比那刘曼好。今天她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她高攀不起。是啊，新年新气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将车开到一块平地后，我们便打算在此露营。第2日一早，我和刘曼刚下车，地震便来袭，我整个人瞬间感觉恶心想吐，之后便昏了过去。再睁眼，地震已经过去了。老公，你还好吗？没事，只是被这地震晃得有些反胃难受，没有受伤。老公，你没事就好，你突然昏过去，我都快吓死了。老婆，等余震过去，我们就回基地看看吧。也不知道我们住的房子有没有塌，就算是塌了也没关系，咱们2个有那么多的贡献点，另外再找个房子也可以。如果真的要换个房子的话，我想住别墅，最好带个大院子。老婆，我不是想享受，而是地震之后会迎来浓雾，这浓雾白天黑色，经久不散，伸手不见五指，就算用强光去照，也只能看到2、3米内的情形。浓雾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浓雾里滋生出来的各种危险。要是能独门独院，把院子用铁网封起来，通上电，就不用担心有人会偷偷摸进来了，不然到时候连觉都睡不安稳。都听老公的，不管咱们的房子还能不能住，到时候都去找一个你想要的那种房子。在这末世里，有个这样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人，
实在是太好了。余震过后，我和刘曼开始返回基地，基地已经没了之前的繁荣热闹，更多的是悲痛的哭喊声。道路两边不少房屋都变成了废墟。极寒未走，地震降临，避难所瞬间一片废墟。来到我们的楼房之后，原本的建筑也变成了一片废墟。老婆看来真的要换房了，基地肯定会给我们补偿的。我们先去房屋租赁中心问问吧。来到房屋租赁中心，此时人流都排到了路上。赔钱，赔我们房租钱。房子我昨天刚租的，今天它就塌了，我家具都还在里面呢，这些你们都要赔我们。老婆看情况，一时半会我们进都进不去了。是啊，我们去找于队长吧，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套。毕竟基地交易给我的房子都塌了，肯定要有个说法的。来到服务中心后，外面也是排起长龙。我们要离开第一基地，这里住的宿舍也没了，也需要重建。我们还不如回到市里，反正天气也回暖了，要不了多久就能过上正常日子。为什么还要给基地打工？是啊是，我们一起回市里重建去。老公那边有个后门，我们往那进去找于队长吧。好，我们走。于队长外面怎么那么多人想出基地？最近天气不是回暖了吗？加上地震，那些住宿舍的人对基地的不满情绪爆发，嚷嚷着要罢工，回到外面去生活，说什么末日已经过去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气温回升到现在，白天的时候天一直都是灰蒙蒙的，根本就没有见过太阳，这哪里像是要过去了？再说了，这场地震连基地抗震条件这么好的地方都有些建筑倒塌了，外面世界指不定是什么状况。于队长那基地现在打算怎么办？既然他们想回去，就带着他们回市里看看，等看到市里的情况，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想着回去的事情了。之前没有办法去太远的地方，现在倒是可以去，说不定还能再救一些幸存者回来。只是极寒已经2年，也不知道现在市里还有多少幸存者。这次去市里，你们要不要跟着一起去看看？你们住的地方应该也受灾了吧？现在也没有住的地方，去的话等回来，我提前帮你们把补偿安排下来。不过这次去可就没有什么其他奖励了，这话我还是要提前跟你们说清楚。但如果你们能弄到什么猎物，那都算作你们自己的收入。行，于队长，什么时候出发？这就出发，拖太久了，指不定这些人还会闹出什么事。这次出发总共有3辆车，一辆是我和刘曼的，一辆是治安队，还有一辆载着那些闹事幸存者的代表。很快，我们来到了市里，放眼望去，全是废墟。市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也看到了，还想着要回来生活吗？重建不仅你们想重建，所有人都想重建，但是现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艰难。我们只有先努力的活下去，才能去想重建的事情。看到此情此景，一些人神情麻木，一些人坐在了地上，失声痛哭起来。这就绝望了吗？末世才刚刚开始，更绝望的还在后面。都安静下来，既然你们说要来，我们也带你们来了，但我们不能白来。现在你们也要跟我们一样，帮着搜救市里的幸存者。大家听清楚，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3个小时之后都要回来，不然我们就要出发回基地了。于队长，我看这些人好像很不情愿啊。管他们情愿不情愿，末世都快3年了，市里应该不会有活人了。我们这次出来也没准备救人的车，让他们去搜救，只是为了把他们心中的幻想彻底的消灭而已。于队长，你说的不错，就算是有，那么这些幸存者恐怕早就抱团了，个个恐怕都是穷凶极恶，带回去也是个祸患。救命啊！救命啊！前面出事了，走，我们过去看看。治安队的你们可算来了，就是他们几个抢我们东西还打我们，看他们样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就肯定不是基地的人。把食物和水都交出来。你们是市里的幸存者，这次我们过来就是接你们去基地的。你们还有多少人？快回去通知他们，把东西收拾一下。再有2个多小时，咱们就能返程了。说话的是跟在于队长身边历练的年轻人，看来还是太年轻了。这次来，我们根本就不打算救人，毕竟末世以来，在基地外面没有管束，强者为尊，胜者为王，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可要是跟着回基地，他们只能听从安排，干活挣贡献点，吃基地准备的食物，他们怎么会愿意？我们不去基地，你们把食物和水交出来，我们就让你们离开，不然你们也别想走。对，我们不去基地，把食物和水交出来，还有车，我们也要车。别跟他们废话，直接抢了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穿的人模狗样的，他们在基地里吃香喝辣过好日子，却不管咱们的死活，就该把他们的东西都抢了，让他们体会一下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好好说是行不通的，你要是不采取强硬的手段，最后只会被他们生吞活剥了。末世能在基地外活下来的人，可都不是软柿子。都站着别动，往后退。你们要是不愿意跟着回基地，也可以给你们留一些食物和水。你们若是上来抢，性质就变了，最后只能是什么都得不到。吃的呢？你们身上的吃的呢？交出来，快点交出来！看看你们一个个穿得干干净净，脸上也有肉，你们在基地里吃得很好吧？能吃到肉吧？出来竟然还带着这么好看的女人，可真是会享受啊！把粮食和水还有武器交出来，把车给我们留下，把这个女人也留下，就让你们走！哈哈哈哈！大哥，你玩完了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么靓的妞，我是真少见啊！简直是找死！你居然敢嘎我们！于队长，这小陈你还是要多力量。我们是有纪律不能赶人，但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若是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还是要果决的开枪，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进基地。于队长，我知道了。发生此事之后，跟来的基地幸存者代表们担心遭到城市幸存者袭击，要求于队长提前返航。很快，我们也是驱车回到了基地。房子已经给你们安排下来了，这是钥匙，地址怕你记不住，把你手机短信了。于队长多谢了，那我们就先过去看看房子了。好，老婆，这可是大别墅啊，你一个人就把贡献点掏了吗？
我寻思着我们手头就10几万贡献点，这个级别的别墅还真买不到，所以就拿了些我母星的东西换了。谢谢你老婆，我们也算是有个家了。我是你老婆，你谢我干啥呀？走吧，老公，去看看我们的家。这房间还是挺大的，除去床还能放柜子和桌子。你说我们要不要装个幕布？这样以后就可以躺在床上用投影仪看剧了。老婆，你的想法不错，屋内你来布置吧，我去布置屋外的防盗防贼系统。好。5小时后，老婆这下总算像个家了。老公，有你的地方就是家。你是不是偷吃糖了？你来尝尝不就知道了。地震15天后，浓雾弥漫，各种害虫蜂拥而至。最近基地抢劫案件频发，犯罪嫌疑人借着浓雾实施抢劫，请各位基地幸存者非必要尽量不出门，出门最好多人结伴而行。接下来是下一则公告：基地农作物培育中心滋生各种害虫，预计今年粮食产量减产1/3，粮食价格将会有所上升，请各位幸存者知悉。老婆，看来末世正式拉开序幕，浓雾和害虫只是预告而已，后面的永夜和酸雨才是真正的末世，到时候地面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才刚弄好的家，难不成住不了多久了？谁呀？于队长，问于队长，有什么事吗？启强基地最近打算建个地下城，你看你有空过来帮个忙吗？报酬什么的不会少的。于队长这种挖土填砖的活，我不是很感兴趣。不是让你当苦力，我是想请你过来当监工。我这些手下你是知道的，没什么领导能力，但建设地下城又是大项目，参与的人很多，目前是工人多管理者少啊，你看怎么样？启强，行，于队长，我同意了。好，明天你来服务中心找我吧。老婆，基地打算建设地下城了。老公，你该不会是打算过去挖土吧？要我说，这样的贡献点不要也罢。老婆，你想多了。于队长让我去监工，具体的工作明天去了就知道了。还不如在家里陪我，现在外面太危险了。老婆，正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我才去的。到时候我可以比其他幸存者更了解地下城的情况。如果地下城安排幸存者入住的话，我们也能得到优先分配。末世地震，浓雾来袭，虫灾泛滥，建立地下城急不可待。于队长，地下城建造的怎么样？还没建成1/10，不过在里面居住已经可以躲避地表这无尽的虫子了。于队长，听你这么说，已经有人住进地下城了吧？是啊，都是些基地内身居高位的家伙。于队长，既然你让我来管理地下城建设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我有必要提一句：不患寡患不均。若是这消息传播出去，恐怕会引起动乱。你是负责这方面的，给你提个醒，早做准备，别最后里外不是人。我知道，多谢你提醒我。启强，你现在也是安全方面的2把手，你自己也小心点，基地别有用心的人很多。不好了，于队长，强队长，基地被攻击了。听到炮声之前，我和于队长从来没想过，居然有人会攻击基地。启强，你说攻击我们的是谁？我觉得肯定是那些城市幸存者。跟着基地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基地里修建了地下城，却只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住进去。治疗虫咬疫病的药已经研究出来了，可是因为数量少，也只给了那些人服用。你们在这样的基地生活，到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不想伤害普通人，我们自己也是普通人。我们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你们联合在一起，推翻基地，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要选一个能带领我们在末世中更好活下去的人来领导我们。你们要是也赞同我的话，就奋起反抗，把大门打开，我们里应外合，推翻狗基地。于队长，看来基地内有叛徒啊，连这种事都知道。看来这袭击也不是临时起意，早就预谋好了。开门，开门！我们在基地当牛做马，凭什么那些人就能优先入住？推翻狗基地，我们当家做主。把带头喊话的给我拿下，其他反抗者全部击毙。你们这些混蛋，当基地的走狗有什么好的？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们，跟着我们的王，你们就会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好日子。这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有人称王？都末世了，还治不好中二病？普通人就只能活几十年，撑死了也就100岁。可只要跟着我们的王，活几百岁都不是梦。你们就不想活得长一点吗？到时候跟着王开创新世界，咱们都是大功臣，都是可以论功行赏的。启强怎么不留他？这种炮灰不可能知道什么，就算再估计翻来覆去也就是这么几句话。老公，你没事吧？老婆，你怎么来了？我不放心你，刚刚他的话我也听到了一点，我怀疑他们身后的人可能是我老家的。若是城市幸存者背后的真的和刘曼来的一样，又对基地抱有恶意，那这事儿还真的不容小觑。外面情况怎么样了？报告强队长，外面的人见里面没动静，想蹭着浓雾撤离，我们开枪打伤了一人，那人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好，把他带到询问室，我们这就过去吧。好。老婆，如果背后的人真的和你来历一样，你打算怎么办？既然是老家的人，那肯定要先去见一见。好，到时候我陪你说说吧。说什么？说说你们那个王。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别以为你们把我抓住了，我就什么都要听你们的。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是不想说，我也有很多的办法撬开你的嘴，不如就先从给你拔牙开始吧。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说，我什么都说。他有一头烟灰色的头发，他说那是天生的。他穿的衣服材质也很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说他建造了地下城，只要我们跟着他听他的，就给我们吃的。那不是粮食，是一种喝的，喝了之后就不饿不渴了。虽然能活命，
但是那东西味道一点也不好，我们都不喜欢。说重点。重点？什么是重点？我们这几年跟着他生活在地下城里，不见天日，但是好在我们都没冻死，也没饿死。但是也仅仅是这样，他不给我们吃饱，他让我们去找幸存者，男的都要听他的话，长得好看的年轻的女人全都被他纳入了后宫。我不想死，我只能听他的。他让我们来抢夺粮食，还让我们来攻打基地，给了我们武器，还让我们策反基地，说要里应外合。我就知道这么多，别的真的没有了。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们不配知道他的名字，只让我们称呼他为王，说我们都是低等种族，说他能活很久很久。他说他很厉害，要拿下基地，然后统治整个蓝星。看来那个自称为王的人还真的是病得不轻。上集说到，我在建设避难基地避难所，却被城市幸存者袭击，并喊话让我们投降。在一系列反击之后，我们也是成功抓到一位俘虏，并让他将背后的主谋招了出来。启强，你们确定要去城市找地下城吗？现在到处都是大雾，想要分清楚方向都难，不要说在城市里寻找地下城了。于队长，城市幸存者这个威胁必须铲除，而且我们不是也有了些位置线索吗？这些俘虏说的话未必全是真的，这事儿还是要慢慢的查。回头基地也会派人进入市区查证的，到时候我们再出手也不晚。于队长，以我身为基地安全方面的一二把手，如果这个时候有突破，那叫一功；真等基地派人去，那就是戴罪立功了。这次就我和我老婆去。于队长，我们俩的实力你放心。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自己小心为上。对了，城市里应该也有不少虫子，我给你们拿些杀虫剂吧。好，换好衣服后，我们便驱车前往城市。距离城市还有些距离的时候，我们将车藏好，准备步行前往。看了一眼，全是废墟，入口的确不好找。老公，你别说话，你听。脚步声，走追上去看看。前面的人听到我们脚步后，速度明显加快，但最终还是被我们逼入了死路。怎么怕被我找到？终于要动手来干我了？听到这话，我和刘曼都愣了一下。虽然这话说的没头没尾，但也正是因此，能听出来他把我们错认成了别人。你把我们当成谁了？我操，你是个女的，我去真是个女的。我是女的怎么了？那你们肯定是基地来的吧？我劝你们还是早点回去，这里和基地里可不一样。尤其是女生待在这里并不安全。既然要说，就说明白一点。说话说一半，那真的还不如不说。这里有个人在到处抓女人，你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离开这里回基地去，你才能安全。我和刘曼闻言对视一眼，这叫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来这就是为了能够找到地下城的入口，找到那个所谓的王。现在终于碰到了个人，还说出了和地下城有关的消息。你知道地下城在哪？见过那个所谓的王吗？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城市里并不安全，到处都有他的人。他们要是发现了你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抓你们，到时候你再想离开这里就难了。我们是从基地里来的，目的就是找地下城，找那个人。你们也和他有仇？也，所以你和他有仇吗？有，当然有。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在哪落脚？你们跟我来吧。走了10多分钟，我们一行3人进入了一个还算完整别墅，屋子里很破败，没有家具，中间有火堆燃烧过的生活痕迹。你们和他有仇吗？他派人攻打了基地，还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叛徒。你说我们有没有仇呢？你们是替基地率先过来打探消息的吧？你知道这些事儿？我不知道，但只猜也知道，他的确是会做那样事情的人。你很了解他？你们以前认识吗？谁说只有认识才能了解？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不是和你最熟的人，而是你的敌人。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所以你知道地下城在哪？我只知道大概的位置，那边的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靠近。你想进去？想。那你带我们找到那地方，我们带你进去。好，等到晚上我带你们去。你叫什么名字？杨文栋。我叫刘曼。我叫高启强。杨文栋点了点头，没再吭声，找了个角落开始休息。你带我们去找地下城，这是你的报酬。我本来也要去的。那是你的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就该给你报酬。杨文栋拿着食物，却并没有着急打开吃，他的视线落在干净的包装袋上，眼里带上了怀念和遗憾，或许也有些懊悔。我能感受到此时的杨文栋周身都被伤感所围绕。我不知道杨文栋想起了什么，但身处末世之中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毕竟谁也不是生来就孤家寡人。夜晚之后，我们一行人也是蹭着夜色的掩护开始出发。你对于地下城和他有多少了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没有进去过，只是听说过一些。他让别人喊他为王，他叫什么我并不知道。那你把你知道的情况说一下。那地下城好像很大，里面分了很多区域，单单是他自己就占了一半，用来安排他的后宫。这是我再一次听到后宫2个字。杨文栋说起这2个字的时候所围绕。我不知道杨文栋想起了什么，但身处末世之中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毕竟谁也不是生来就孤家寡人。夜晚之后，我们一行人也是蹭着夜色的掩护开始出发。你对于地下城和他有多少了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没有进去过，只是听说过一些。他让别人喊他为王，他叫什么我并不知道。那你把你知道的情况说一下。那地下城好像很大，里面分了很多区域，单单是他自己就占了一半，用来安排他的后宫。这是我再一次听到后宫2个字。杨文栋说起这2个字的时候，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般，带着无比的厌恶和憎恨。即便我不知道他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但从他这态度上来看，应该就和这后宫有关。我没有揭别人伤疤的兴趣，该问的也都问，也就没再开口。大概走了1个小时后，这个拿着会用吗？会。抓女人抓女人，
上哪儿抓女人去？现在整个城市里哪儿还有女人？行了，你快闭嘴！别以为走出了地下城，你就能胡说八道。我这是胡说八道吗？他整天让我们给他抓女人，却只让我们看着，他一个人能用得完吗？还说什么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过好生活。我看现在过好生活的只有他一个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奴才。那你想怎么办？你是想走？我不走，不走，你在这儿唧唧歪歪个什么劲儿？我还不能说了。只听那两人的意思，他们应该是刚从地下城走出来，那顺着他们来时的方向去，是不是就能找到地下城的入口了？我们三人互相看了看，都不用说话，就知道彼此的想法是一样的，立即朝着刚刚那两人来时的方向去。路上我们不求速度，只是脚下的步子放得十分轻，不敢过多的发出动静，周围的敌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多。接下来每走一步，我们都十分的小心。好在我们足够小心，运气也足够好，没有和他们碰面。我大概知道路口在哪边了，你们两个跟我来。就这样走了几分钟之后，透过前面的浓雾，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扇铁门，门外站着人把守，想要悄无声息的进去并不可能，但都已经到了这里了，我和刘曼自然也没有想着要悄无声息的进去。一会儿你只顾好你自己，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随便出声。杨文栋点头表示答应。不错，杨文栋这个时候就知道不出声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想着让杨文栋帮多少忙，只要不拖后腿就可以了。现在事实证明，杨文栋的确不是一个拖后腿的队友。掏出消音武器后，我俩一枪将门口两个守卫干倒。我去，这两人到底是基地什么人？这么猛的吗？算了，既然不让自己出声，还是不要问了。进入地下城后，我们很快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往哪边走？走最右边吧。你们走那边吧，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为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要找的人应该在这边。我和刘曼闻言互相对视一。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这是我自己选的路，也是我想要走的路。行，那你自己小心。我会的。老公为什么要走这边？也没有为什么，如果非要说出原因的话，那大概就是直觉，这就是我想要走的那条路。不管你想走哪条路，我都会陪你一起走。这条路很长，我们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你，直到现在才听到了声音。妈的，天天让我们在这儿守着，我们一个个都成了守门的了。不守着你还想怎么样？难不成你还想把门弄开，进去爽一爽？嘿，你还说我？难不成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嘿嘿，我也没说不是啊。既然咱兄弟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要不干脆就什么？你该不会是真的动了心思吧？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活呢。老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刚刚是你提出来的，现在我附和你，你却跟我说这个。不是哥，我刚刚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并不是真的想。老三，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你真的就不想吗？你想一想，你都有多长时间没碰女人了？再说了，他又不会过来，咱们还不是想干啥就干啥？可万一他们喊起来怎么办？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才被关在这里，那就让他们喊。今天就是喊破大天来，也没人会来救他们。等咱们爽完了，想办法把他们处理了就是了。之前又不是没死过，他们一个个的不都想着死吗？咱们送他们一程，他们还要谢谢咱们。可是什么可是？老三就说你敢不敢吧？那行吧，我今天就听哥的。这就对了，听哥的准没错。快拿钥匙开门，门打开了，咱们速战速决。进入大门后，里面并不大，也就10-20个平方，10几个女人靠着墙角，她们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衣不蔽体。对于大门的突然打开，她们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没有朝门口看一眼。即便看不到她们的表情，但我还是从她们周身感觉到了绝望和麻木。老公，我们先出去吧，之后再通知基地来救他们。目前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这两个小子该不会在偷吃吧？时间都到了，怎么还没来换班？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卧槽，美女呀！还是个自动送上门来的美女，趁着王没发现，咱们俩先把她给办。解决了两人后，我们继续往里走。一路上有很多这样的房间，我和刘曼能做的就是打掉那些守卫，帮他们打开大门。打开之后，我和刘曼便离开。我们可不会进去将这些人麻木的人一个个扶起来，听着他们哭诉，为他们安排以后生活的。说我做事做一半也好，说我冷血无情也罢，自始至终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我做人做事只从心。老婆前面有动静，看来我们的行动应该是暴露了。架掩体上机枪，没一会，一群穿着干净、手拿热武器的人出现在了我们前面。就是你们两个。这些家伙真是半吊的，脑袋和反应都不好使。老公，看来这个所谓的王，应该是个大汉王朝的底层工人。这地下城挖的十分粗糙，应该是用我们那边比较低端的采矿机器人挖的。你们星球还有这种机器人？有的，不过这不算常见，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他们这些人需要做的，就是带着这种机器人去到各个星球采掘矿物资源。所以你是说建造这里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从你母星来的，还是一个采矿的工人？是的，老公。很快我们走到了一个更加豪华的大门前，此时大门已经敞开。哈哈哈哈哈！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吧。看来你们母星的人很自大吗？一个底层的矿工突然一天当了皇帝，能不自大吗？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被绑成一团的杨文栋。你们这些低等人，就这么一点本事，竟然还敢来杀我！你们可真的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这个臭虫是你们的同伴吧？我说呢，他以前东躲西藏，生怕被我的人找到，怎么突然就敢一个人过来，还成功的潜入到了地下城？原来是找到帮手了。看你们这打扮，是从基地来的吧？
基地派你们来做什么？你不是很自信吗？你可以猜猜看。哈哈哈哈，我都不用猜，他们是不是派你们来找我的地下城？等你成功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带路来围剿我。年轻人啊，就是太气盛，既然已经找到了我的位置，就应该回去，带了人再过来。现在就你们两个，就我们两个，打你也足够了。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打断我说话，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上，把他抓起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是。周围10几个人齐齐应了一声，承包围状朝着我们来。看着他们逼近，我和刘曼站在原地没动，不躲不闪。哈哈哈哈，吓傻了吧？这就叫瓮中捉。你刚刚用的是什么？好歹我们也是老乡，连这个都没见过。我就说这里的蝼蚁们哪里有这个本事？原来你跟我一样，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不过这并不重要，你过来是不是想跟我联手？咱们两个若是联手，绝对能够战胜其他人，将蓝星彻底拿下。其他人？对呀，其他人，大家都是从王朝军里逃出来的，凭什么要给王朝打工，累死累活？还不如在这里享清福。只要你肯跟我联手，咱们两个一起先把第一基地拿下，等有了足够的力量，就去把他们全都收拾了。到时候整个蓝星都是我们的，何必在王朝当凤尾？我们一起称王，就像刘协一样，哈哈哈哈。你知道他们都在哪里？其他人我不知道，但第二基地有一个混得风生水起的是我们王朝人。你是怎么知道还有其他人来的？当初王朝军遇到星际时空乱流，不少人趁乱逃了出来，没有10艘也有8艘，我们都能来，他们当然也来了。对了，我好像还看到有个皇家飞船在乱流中心，貌似坠落到这了。要是能把皇家的人拿下，那可就再好不过了。皇家有着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接触不到的武器，要是有了那些武器，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巨大的爆炸声将一旁的杨文栋震醒过来。你醒了？对不起，我拖后腿了。找到你想救的人了吗？他早就已经被害死了，谢谢你们帮我妹妹报了仇，我感觉我也要死了，这挺好的，我撑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我妹妹，现在我终于可以去陪她了，也不知道她见到我会不会怪我没能及时带着她去基地，没有保护好她，让她被抓走受尽折磨而死，就算她怪我也没有关系，下辈子我还是要当她哥哥，下一世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她，再也不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希望下一世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末世，谢谢你们。老公，不用担心，我没那么脆弱，生离死别的事我上辈子见多了。对了，老婆与队长那边联系上了吗？放心，他们马上就到了。之后地下城的事就交给他们吧，杨文栋也让他们好生安葬吧。很快，第一基地大部队便接手了地下城。我将事情的始末简单的复述给了于队长。你们现在要去第二基地。于队长，现在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还有联系吗？极寒来临的时候就断联了，各大基地目前都是独立状态，需要基地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都能满足你们。装甲车，就这，还需要什么吗？不用了，有它就行了。好，我现在调一辆给你。很快，一辆装甲车便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早去早回。放心，于队长，我们就先出发了。15天后，我们终于进入了临海市第二基地所在的城市。一下车，我们就感觉到了这的不对劲。为什么这里没有虫子？难道是地质的原因吗？或者是虫灾已经过去了吗？不用想那么多，等我们到了第二基地之后，随便找个人就能打探到情况。先生，火烤个肉吃吧。等等，有人来了。听到刘曼的话，我也立即朝着前方看去，果然看到有几个人从浓雾中正朝着我们这边走来。有个看起来30、40岁的男人，似乎是他们的头。有什么事儿吗？大兄弟，你们是要住宿吗？去我们基地吧。要不是清清楚楚听到了男人的话，我甚至要以为自己幻听了。这是末世吧？这男人刚刚也说了基地2个字吧？可这都末世了，竟然还有往基地里拉客住宿的。别说是刘曼了，就算是重活一世的我，都只能叹为观止。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前世我生活的地方太过偏远，太过落后，所以才不知道末世里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大概是见我和刘曼一直没吭上，那男人再次开了口：大兄弟大妹子，你们别害怕，我们是正规基地，做的也都是正规生意。你们去我们基地住宿，1天也就要1斤粮食，什么粮食都行，我们不挑的。男人说话的时候，我也上下仔细的打量了他们一行，看着都很瘦，应该是经常吃不饱饭，给人的感觉上的确没有恶意。行啦，我们正想休息再赶路。大哥，你们基地在哪儿呢？就在前头不远，我们先走在前头给你们带路啊。去他们基地看看，如果他们有什么坏心，就一窝端了。你这话说的听起来更像是个坏人，不过我倒是觉得他们应该没什么坏心。很快我们就到了他们基地门口，看样子是一个废旧工厂改的。大兄弟大妹子，这就是我们基地了，以前是个海鲜加工厂，后来就成了基地。看我跟你们说了这么多，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王大成，你们喊我大成就行。你们应该不是本地的吧？开车这么久应该也累了吧？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房间，这里原本就是员工宿舍，所以屋子里还是挺干净的，现在改成了宾馆，我们就都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对了，房间里是有电的，我们市的风力发电站和水力发电站都还在正常运行，也算是我们这的优势吧。是有人在维护吗？
队都是第2基地的人在维护，我们这些小基地每个月上交点粮食就行。你们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王大成走后，我和刘曼开始用仪器检测房间，的确是个正常房间，没有什么监控和窃听设备。真没想到末世真有人开宾馆，看来这第2基地的确和第1基地大不相同。还傻站着干嘛？过来坐呀！我2步走上前来，在刘曼旁边坐下。这样一个小基地都有电，我觉得第2基地的情况应该比第1基地更好。这样也好，至少很多人的日子都不至于过得太艰难。王大成那几人虽然有些过于瘦，可好在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想来临海市的幸存者，日子的确要比我们那边好很多。我先休息一下吧，这几天赶路太累了。好，我给你守着。睡一觉舒服多了。差不多饭点了，你想吃点什么？谁啊？大兄弟大妹子，是我王大成。有什么事吗？大兄弟是这样的，我们的基地长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不少的好东西。知道你们在基地里住宿，就让我喊你们过去，一起吃个晚饭。会这么热情吗？末世里最珍贵的是什么？虽说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答案，但是粮食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还是非常重要的地位。见我和刘曼都不吭声，王大成挠了挠头，继续说道：我们基地长热情好客，人很善良，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们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有些惊讶而已，刚好我们也有些饿，走吧。好嘞。这才没多长时间，外面也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好在这基地里有电，路灯也装了不少，倒是也能看清楚路况。很快就到了一个厂房门口，人都排到门外，估计这就是他们的食堂了。里面大概有200人左右。这就是我们食堂了，人确实有点多。我们从另一个门进去吧，那里是待客室，人少。进入待客室后，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些食物，基本上都是海鲜，一旁则是站着一个大约30岁的人。基地长，这就是今天在咱们基地住宿的大兄弟和大妹子。你们好，我是这个基地的基地长，我叫冯秀丽。我今天带着人出海了，打捞了不少的海货回来，知道你们在这儿住宿，就喊你们一起过来吃饭。奇怪，第1基地管辖的范围，那些小基地个个都跟要吃人似的，这第2基地管辖的范围反而热情好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多谢基地长的好意了，不过粮食珍贵，我们也不好意思白吃白喝。这里面是2斤碎米，1斤是我们的住宿费，另外1斤就是我们2个的饭钱了。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你们也尝尝我们这儿的手艺，虽然和第2基地比不了，但肯定也不差。把我们当成第2基地的人了吗？不过这样也好，第1基地和第2基地相隔不止千里，现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有车有油就能过得来的。若真的让人知道我们是从第1基地过来，倒是会惹出不少的麻烦。我看这桌上都是海鲜，你们经常自己出海吗？但现在到处都是大雾弥漫的，出海不危险吗？咋可能不危险啊？可不出海怎么办呢？基地里这么多张嘴，总是要吃饭的。每次轮到哪些人出海都是要签字的，他们若是出了事回不了，基地其他人要好好照顾他们的家人。说起来，下次就轮到我出海了，我倒是没什么压力，我又不像他们，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孤家寡人一个，每次出海我倒是觉得挺有趣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就算你是孤家寡人一个，但咱们处事这么久了，你赶不回来，我第一个跟你急。好了，不聊这事了，大伙快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我听着他们的对话，也算是大致的明白了这个基地的运作方式。出海打鱼是这基地的主要收入来源，至于主食，应该就是靠宾馆和海产品来换取。吃完饭后，我们2个也是散着步在这基地逛逛。我们来躲猫猫吧，按照上次是小鱼当鬼了，我当就我当呗，到时候我第一个抓你。这个基地其实挺好的，老人和孩子都照顾得不错。我们第1基地管辖范围的孩子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一个女人能在末世里创建一个基地当基地长，还能把基地里的老人孩子照顾得这样好，的确是十分厉害了。第2日，我和刘满离开的时候，送我们出基地的是另一个人。王大成队长和基地长出海了，没法来送你们了，欢迎你们下次再来。等开着车离开了基地，我竟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个被浓雾笼罩的小基地，吃喝一般，可是氛围安静祥和，人也都十分努力，他们互相帮助，他们尊老爱幼。一个小小的基地，就像是末世里的世外桃源一般。虽然只在里面住了1晚上，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十分不错。怎么了？看你还有点恋恋不舍呀。就是觉得这基地挺好，希望他们的日子一直都这么安稳。末世之中瞬息万变，这基地不可能一直这么下去，你是知道的。这一路上虽然有地震，但地震之后所有路标都被我们开得特别慢，走了很多弯路之后，终于到了第2基地。你好，进基地请出示公民卡。兄弟，我第一次来，没有卡。 6斤粮食，我给你们2个办临时卡，临时卡有效期3天。缴纳粮食后，我和刘曼走路了。第2基地进门隧道，一个人3斤，100个人就是300斤。这么大的基地，一天的收入怕是不少吧？也不知道这些进城费最后都落入谁的手里了。怪不得临海市还有小基地了。如果第2基地足够好，哪怕像是第1基地那样，极寒之前就取消进城费，估计都不会有人自己在外弄个小基地，带着人艰难求生吧。我主要想的是，进城费都这么贵，那要是办理这个公民卡，在这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一走出隧道，整个第2基地的繁华远超第1基地，一眼看去卖什么的都有，哪怕我是重生回来的，也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这真的是末世吗？同样是10大基地之一，第1基地和这里相比，相差的也实在是太多了吧？我们是不是过了刚刚那个隧道，然后直接回到末世之前了？末世之前可不会有这么多人这样穿衣打扮，虽然商店是有不少，但是从这些路人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
第2基地的人日子过得不见得比第1基地好。我们现在去哪？找个旅店吧。一进旅店就看见接待员在偷懒睡觉，睡得还是挺香的。我和刘曼都进来好一会儿了，他还没有发现，干等着肯定是不行的。我抬手在柜台上面轻敲了敲，女人好像被吓到，蹭的一下就站直了身子。你们是来住宿的吗？住宿怎么收费？1天1斤粮食，不包吃喝。这价格倒是和之前我们住的那基地一样。看来这女人不是狮子大开口，可以先带我们去看看房间吗？当然可以。阿娟，快出来，带他们去看看房间。来了。年轻女孩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不一会儿就跑了出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估计也就18、19岁的样子。在看到我和刘曼后，阿娟的眼里满是惊艳，人也愣在了那。傻站在那儿干啥呢？还不赶紧领着他们去房间里看看？哦，好嘞，你们跟我来吧。房间依旧很是简陋，见我和刘曼一直没有开口说话，阿娟看向我们的眼神都带上了紧张。这房间是简陋了一点，没事儿，挺好的。我们先住2天。这是你家开的吗？是。阿娟的脸有点红，声音也很轻，显然有些紧张。见此，我不禁在心中自我反省，我真的有这么吓人吗？对了，你们是第1次来基地吗？是的。那你们为什么来基地啊？因为我认真编了编，这才给出回答。因为想来见见世面。听到我这话，阿娟显然有些惊讶。你们能来，这说明开得起车，在小基地的生活应该过得不错。其实不用来第2基地的，这里也没什么世面。为什么这么说啊？第2基地是全国10大基地之一，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我以前待的基地可没这么多商铺。我们这些铺子只是面子工程而已，其实日子还不一定有小基地过得好。那你能具体和我说说吗？可以，第2基地分为外城、内城和贫民区。外城就是我们这样的2等公民，只能过得勉强温饱；贫民区就是3等公民，内城就是1等公民。阿娟说的这些，于队长之前给我们的资料上并没有写。我不认为是于队长故意不告诉我们，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极寒前第2基地内的幸存者并没有被划分等级。这种主意绝对不是蓝星原本的人想出来的。你见过这样的末日避难所吗？将幸存者划分成3、6、9等，3等公民生活在贫民窟，2等公民生活在外城，1等公民生活在内城。只听这公民制度，我就知道肯定是我老乡出的主意。我们能嘎了那个在地下城称王称霸的，也能嘎了这个在避难所无作非为的。第2天，我们刚一下楼，就看阿娟他们似乎在求着基地护卫队的人。张队长，我们家小娟长得很清秀的，只要稍微打扮一下，绝对能美若天仙。你就推荐她去参选星爵大人的第5夫人吧。那张队长看见刘曼，直接一愣，然后朝我们走来。你好，女士，你很荣幸，现在我赋予你参选星爵大人第5夫人的资格，你现在有资格和我一起去内城了。我没有兴趣。你可要想好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你被星爵大人看上了，你的家人朋友都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都会以你为荣的。不，他们不会的，你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真是大无语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这么一个机会，还求而不得。眼前这人倒好，机会都送到他的面前了，他不赶紧接着，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张队长，既然他不愿意，就让我闺女阿娟去吧。阿娟要是选上了，肯定忘不了您张队长的。可以跟我走吧。阿娟还不谢谢张队长？谢谢张队长。快去收拾东西跟张队长走。不用收拾东西，你们自己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根本不用带，人直接跟我走就行了。等去了之后，就能洗澡换衣服。好，那可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不愧是星爵大人选夫人，这规模就是不一样。阿娟，你可要争气，要是能选上，咱们一家人以后可就有好日子过了。妈，我知道了。几人走后，老板娘居然向我们道谢。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们。要是你不拒绝那张队长，那张队长说不定还看不上阿娟呢。你觉得送阿娟去参选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你第1次来基地，所以不知道。星爵大人的第3个夫人原本是个小基地的人，被星爵大人看上了，那一个基地的人都鸡犬升天，现在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要是阿娟也能选上，成为星爵大人的5夫人，那我们一家人就能搬进内城去了呀。这个店我直接送给你们，算是给你们的谢礼。怎么了？从旅馆出来，你好像心事重重的。之前在地下城里的那个包工头，他把幸存者关起来，残害的是他们的身体。我们把那些人放出来，都不用我们多说一句话，他们自己就能奋起反抗，嘎了那些曾经残害他们的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嘎的人也是该嘎的。可是现在星爵实行公民等级制度，规划了内城和外城，却没人觉得这不对，都只想着进内城当1等公民，过奢靡的日子。星爵光明正大的一夫多妻，还弄个选拔来选夫人，这和以前封建王朝选妃有什么区别？可笑的是，没人觉得这不对，相反还满怀期待，想要靠着这个一步登天过好日子。这才末世3年后，给我的感觉却像是封建复苏了一样。我现在都不知道，咱们是应该直接回去，还是继续留下来，想办法见见那个星爵。星爵怎么说也是我的老乡，我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能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就算你不想去，我也要让你跟我一起去。那要是我不想去，想直接离开第2基地，你打算怎么让我跟你去？老公，你还想睡我床上吗？别说了，我去。虽然我承认王朝的人比蓝星的人要多很多科技手段，但是治理权谋手腕上却真的没有多出那么多。我也想知道星爵是用了什么办法，让这第2基地的基地长都听他的。走吧，我们去内城。来到内城隧道门口后，很快就有守卫迎了上来。你们好，请出示1等公民卡。
你好，办理避难所1等公民卡，需要缴纳700斤的物资。幸亏自己末日前囤了20亿物资，要不然在这些个基地简直寸步难行。在缴纳完物资后，我和刘曼成功进入到了内城。一进入内城，我就被震惊了，这里简直和末日前的大城市没区别，处处充满着繁华和奢靡，甚至还有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怪不得外城的人都心心念念的想要进入内城，这里简直就是末世前一样。之后，我们找到一些路人，打听了星爵的一些消息。这几天星爵选夫人会在星爵楼，而这星爵楼是结合商城、饭店、住宿等等项目的娱乐城。我们直接过去吧，干脆就在那里办理入住。我就知道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事不宜迟，咱们直接去。办理完入住后，我和刘曼将整个房间检查了一遍，确定了没有摄像头等窃听设备。我已经打听好了，星爵选拔是对外公开的，但是需要购买门票。现在有一场选秀就要开始了，我们直接去吧。好，购买门票后，我们找了个偏僻的位子入座，每个女孩腰间都挂着一个数字，上来一排短暂停留后，便又换下一排。我怎么感觉这里的选夫人情况不怎么对劲呢？我也这么觉得，是星爵选夫人，可她为什么不在？来的大部分都是男人。渐渐的，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些座位上的男性是买家，而这些女孩只不过是货物。现在我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不知道台上的这些女孩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一回事。星爵夫人选出来了，向台上望去，就见一艳丽女子，而在她的身旁，则是我们一直先要见的星爵。诸位，这就是我选定的人精初雪。观众席不少人面露贪婪，和这位新夫人比，之前的女孩简直黯淡失色。多谢大家今天来观看，一会儿结束之后，我有小礼物送给大家，还请大家笑纳。星爵大人说的这是哪里话？要不是有星爵大人，我们现在哪里过得了这样的生活？我们对星爵大人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星爵大人送的礼物，我们肯定会好好珍惜，以后唯星爵大人的命令是从。大家说是不是？说的对，我们都听星爵大人的。星爵大人对我们恩同再造，唯星爵大人的命令是从。就在此刻，一声声海浪声。海浪，我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海啸了，是海啸，海啸来了，大家快往楼上跑！跑啊！救命啊！我不想死啊！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吧。之前一个个说的慷慨激昂，好似星爵比他们自己的命还重要。但现在呢，海啸还没到跟前呢，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老公，其他人都走了，我们走吗？没必要吧。整个第2基地就星爵楼最高，要是星爵楼都被淹没了，跑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呢？而且我不是还有你吗？我不信以你们王朝的科技会没有自保的方法。真不愧是我老公，真是又冷静又聪明。很快海啸便退去了，而我望向外城，不少房屋都已经被海啸冲毁。从外城来参加选秀的女孩们，此刻都面如死灰地看向窗外，哭泣声不绝于耳。都哭什么哭？这可是星爵楼，你们这样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谁再敢哭，我就把他丢海里喂鱼去。老公，你闻到香味了吗？像是烧烤的味道。都这个时候了，还敢明目张胆的吃烧烤？只有一种人敢，那就是有绝对自信的且十分有能力的人，比如星爵。我们去看看吧。躲过一个个看守，我们也是成功混入了大厅。大厅里很多之前参加选秀的女孩，只是她们现在都陪着别人。之前我还在想着，这些女孩知道不知道她们会被别人挑选，现在看来是知道，并且对此没有什么意见。而星爵则是坐在主位，一堆女子将其环绕。老婆，目前基地的水位退到什么程度了？已经退到第2层了，外城也有些高楼，说不定有不少人活了下来。活下来的人应该不少，只是到时候是重建基地，还是全体转移，倒是一个大问题。星爵大人，海啸之后，基地长已经在搜救幸存者了，您也去帮忙吧。虽然我也很想帮忙，但我一无权二无人，又不是基地长，实在是有心无力。初雪，我们走。那人看向星爵，眼神满是不可置信。第2基地那么重视星爵，可是现在星爵却拒绝得毫不人语。这星爵明明之前一直造势，都有取代第2基地基地长的意思。现在一场海啸过后，正是收拢人心的时候，怎么还开始摆烂了呢？我们跟上去看看吧。大人，咱们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初雪，现在不是发善心的时候，把粮食带走，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另外建设一个基地，那些人才能听我的。再说去搜救那些幸存者，费人费力费粮食，让他们自生自灭就是最好的选择。既然如此，你去死吧！我和刘曼躲在一旁都看呆了，这是什么发展？之前的种种都表明，故事不应该这么进行啊！为什么初雪？呵呵，为什么？看来星爵大人的记性不是很好啊。2年前你刚刚掌权的时候，是不是费尽心机让人抓了一个女孩给你？那是我的妹妹。这2年我想尽办法打听消息，出卖自己，出卖灵魂，总算是知道了当初的事情。原本我还在想着要怎么才能接近你，可谁知道你个不知道从哪来的狗东西，还真的把自己当皇帝了，居然还选夫人。初雪，你还真是可爱。怎么会？你居然没事？你用我给你防身的刀害我，你也是够愚蠢的。不过你妹妹我还记得，性子烈得很，不仅咬了我，还和你一样想要杀了我，所以我就把她赏给了当时跟着我的人。你也说了，当时的我刚刚掌权，手里能信得过的人其实并不多，大概也就30-40个人，别的我不知道。但你那妹妹的嗓子还是挺好的，愣是喊了一晚上。星爵，我要杀了你！想杀我的人太多了，但是他们都没成功，你也不可能成功。
经初学，我不会杀了你。等我手下办成事回来，我就把你赏给他们。毕竟他们辛劳一晚上，怎么也该奖赏一番。就是不知道你的嗓子比起你妹妹来究竟怎么样？哈哈哈哈哈！星爵，你那些手下现在恐怕都在西天等你呢。你这是什么意思？经初学，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一个人能做什么？我连你都杀不了。但是我做不了的，不代表别人做不了。你们要偷要抢的是基地的粮库，我只是把这消息告诉了基地长。你觉得他会怎么做？贱人，我杀了你！不多时就有10几个人跑过来。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星爵死了。队长致命伤是枪伤，你开的枪吗？不是我。那你看到是谁开的枪吗？没有。看来想杀他的人不少，带上尸体我们去基地找呢。咱们也走吧。我们现在去哪？我也不清楚，但是现在我还不想回第1基地。来到第2基地外城后，就看到前方聚集了一群人。大家听我说，基地不会不管你们的。现在基地已经被冲毁，谁也不知道海啸会不会再次来临，重建的风险太大了。基地长决定带着大家往内陆迁徙，投靠第3基地。我来这里就是要通知大家，请大家收拾好行囊，明天在基地内城城门处集合。老公，要不我们也去第3基地吧？可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可不想跟着这么一群人去。我知道，人多就意味着麻烦。经过之前希望基地的时候，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基地也满目疮痍。这如同桃花源一样的小基地，终究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灾给毁了。往好处想，他们说不定是听到了风声，和我们一样在去第3基地的路上了。毕竟第2基地都离开了，他们这些小基地留在这里，也没有办法长久的生存。之后，我们便开着车继续行进，一路上全是倒塌的建筑，没有半点生机。中途我们走走停停，偶尔也会嘴馋吃顿烧烤。老公，前面应该就是第3基地了，我们现在进去吧。续接上集，第2基地被海啸毁坏，我和刘曼一路赶往第3基地。老公，前面几公里就是第3基地了，我们现在出发吧。好，但这车太招摇了，我们换成越野车吧。才往前开出几公里后，就见一群人将路拦了起来，带头的居然是希望基地王大成。车里的兄弟别往前去了，前面是个断桥，高速走不了，还是走国道吧。王大哥是我啊！大兄弟大妹子，原来是你们2个啊，这可真的是太巧了。是太巧了，王大哥，你们这是要去哪？第2基地没了，我们小基地也难生存，所以打算去第3基地。其实在哪都一样，只要我们希望基地的大伙能过上好日子就行。对了，大兄弟大妹子，你们怎么没跟着大部队一起撤离？2个人也太危险了。我们就是觉得陌生人太多了，不想跟着，所以故意早一点出发的。大兄弟，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太实诚了，我就喜欢你这么实诚的人。要不你们跟我们一起去走国道吧，咱们人并不算很多，但也不少，互相能有个照应。可以，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说好，到时候咱们各吃各的，我们不想麻烦你们。行，就按照你们说的办，一会儿你们跟在后面就行了。出发后，车队一直开到半夜12点才停了下来。从早上就出发到了现在，时间也不短了。我们基地孩子一直坐在车上也受不住，所以停下车来休整，吃点东西，等到明早的时候再出发，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王大哥，其实我们也不准备开夜车，您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不用特地跑过来给我们解释。王大成走后，我和刘曼也生火烧烤。老公，等到第3基地，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他们一把吧。他们孩子就有50多人，现在又遇上了海啸，吃的都是质量很差的白米饭，我心太软，眼窝子又浅，见不了这样的场面。等到了第3基地，他们这么多人，住宿就要花一大笔，恐怕很艰难。所以到了第3基地，我想帮帮他们。老公，你看可以吗？我又是好笑又是无奈，心中还有些感动。刘曼这分明是知道我面冷心热，把我心中所想说了出来。说就说吧，还非要用这种耍活宝的方式。我故作沉思一会后才说道：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下吧。老公，你真是太好了。我笑不仅仅是被刘曼耍活宝逗笑，更是因为我被他看穿，他却愿意陪我演戏，帮我说出心中所想。他逗我笑，我陪他闹，能有这么一个人陪在身边，大概是这冰冷无情的末世中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这世上有一句话叫怕什么来什么。第2天一早，我们车队就被人给堵了。把吃的交出来，不把吃的交出来，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这些人人数众多，粗略看去最少也有几百个人，很久没被人抢劫了，我都快忘了这是什么感觉了。这些人的出现倒是来帮助我回忆了一下当初的感觉。我也饶有兴致地打量这些人，一个个不知道多久没有洗漱了，衣服倒是没有破烂就是脏，个个都被饿得瘦骨嶙峋。你们是第2基地的人，为什么要抢我们？基地的人就不管吗？我呸！那些掌权的自己坐在房车里吃香的喝辣的，哪里管我们这些人的死活？都是幸存者，我们也不为难你们，把你们的食物交出来7成。哈哈哈哈！你说交就交，有本事你们就来，除非把我们打死，不然谁也别想把东西抢走。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成全你。一枪过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顺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看去，就见10几人，他们手中全都拿着枪。为首的男人手中的枪朝天，显然刚刚那一枪就是他打的，没想到还是个熟人。这不就是之前围剿星爵的队长吗？之前就已经警告过你们了，要是再闹，等出发的时候，你们就不用跟着上车了。听到这话，那些人瞬间缩了缩脖子，一个个眼神躲闪起来，再也没了之前嚣张的气。你们不是第2基地的，之前是哪里人？我们是希望基地的，就在距离第2基地没多远的一个海鲜食品加工厂。希望基地怎么没见你们基地长熊猫人？
我们老基地长已经退隐了，现在我是希望基地的基地长。倒像是他的风格。前头的路不通，正在抢修，明天一早才能出发。你们几个在这维持好秩序。你们这些刺头，我再给你们提醒，一会儿就要发晚饭了。你们要是再闹，后果你们自己承担。动乱平定后，我和刘曼也被王大成叫到一边。大兄弟、大妹子，你们也赶紧回营地，晚上能不出来就不要出来。这些人明面上是不敢闹了，谁知道会不会偷偷摸摸的动什么歪心思？安全是最重要的。听着王大成如同老大哥一样的叮嘱，我只觉得心中暖暖的。王大哥，我们知道，你们也小心。对了，我刚刚看秀丽姐气色不是很好啊。基地长生病了，要不是今天这事，恐怕会一直在车里休养。病了？什么病？在这末世里缺医少药，没有医疗系统，就算是一个小小的感冒，都是极有可能要命的。一开始只是感冒，可是逐渐变成了发烧咳嗽，仅剩的药给他吃了，也没有什么用。现在一天之中，昏沉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还多。说到这里，王大成这个5大3粗的汉子都不禁哭泣了起来。这么一个小病，要是放在末世之前，随便去个小诊所买点药就能治好。可是现在也没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熬得过去最好，要是熬不过去，王大哥，你等我一下。我说完便来到越野车后备箱，装作是在一个车里搬走，其实是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些药，1板退烧药，1板消炎药，还有2板止咳药。拿着3板药，重新回到王大成跟前。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对症，但吃总比不吃的好，还是给基地长试试吧。看到我手中拿着的药，王大成先是惊讶，紧接着就警惕地朝着周围看去，见没有人朝着这边看，王大成这才压低了声：启强，赶紧将这些收起来，现在这些可不好找，关键时候是能保命的。我把药板往前推了推，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看到我眼中的坚持和执着后，王大成总算是接过了药。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了，只要有我王大成一天，就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们。好，我不是真的想让王大成为我做什么，只是接触了这么长时间，我对王大成的性格多少也有了些了解。若是我不答应，王大成怕是不会收下这些药。目送王大成离开，我和刘曼才回到帐篷里。